男人只因义气爆棚，出门撞大运，便会穿197惹同名同姓的林家血包大儿子身上，竟觉醒了秒杀储物界金手指。面对一家吸血虫，我直接分家断亲，搬空家族下乡，最后给送上牢饭大礼包。妈，赶紧过来，帮我把名额给拿出来，这家伙握得太紧了。头好痛，是谁在说话？我这是在哪？我不是被大运撞飞了吗？记忆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涌入脑海，我竟穿到了1975年49成林家大儿子身上。原主生母在生产后不久就去世了，父亲林海福很快就把后妈张翠芬娶进了门，这速度一看就是早就好上了。原主在学习上有很高的天赋，可家里所有的资源都被父母砸在了弟弟林强身上。原主到能干活的年纪，天不亮就要下地挣钱，吃饭永远只能吃最差的，稍微好点的东西都要留给弟弟。今天林强为了不下乡，抢夺他手上的工作名额，争执中林强一把将他推倒，秒勺人就没了。好家伙，穿越就穿越，你给我整了个地狱开局！猛地睁开眼，林强那张带着贪婪和急躁的脸近在咫尺，正死命扒拉他攥紧的右手里那张薄纸。拿来吧你！一股无名火窜上小九头顶，他狠狠地在林强肚子上。小九，你他妈敢踹我！小东西，反了天了！看我不挠死你！小九头皮发麻，抄起了桌角的半块砖头，吓得张翠芬退后了2步。你还想打我？我是你妈！妈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抄家伙，今天不把他打服了，我跟他姓！来，你过来试试，看看是你的头硬还是这砖头硬。强子，别冲动，院里人都听住呢。现在这年代的院子，左右邻居隔音基本为零，刚才桌子倒地的动静肯定惊动了人。家里打架不稀奇，但要是闹到见了血，性质就不同了。张翠芬又换上那副苦口婆心又带着指责的嘴脸。小九啊，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快把砖头放下，工作名额给弟弟怎么了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他去厂里有出息了，不也能帮衬家里，帮衬你吗？你当哥哥的怎么就这么不懂事？呵，经典的道德绑架，原主就是被这套普洱话术坑死的吧？张翠芬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断亲，以后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们过你们的独木桥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这话一出，屋里瞬间安静了。张翠芬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小九一直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他要是走了，地里的活谁干？你疯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楚，我要和你们断亲，咱们立字据断亲，要么我就把你们干的那些龌龊事全部抖出来，谁都别想好过。你敢？妈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林强又蠢蠢欲动，小九直接把砖头举高，眼神狠厉。你来看我今天给不给你开瓢就完了。元神启动。最后4个字是低吼出来的，带着一种莫名的气势，倒是把林强又吓了一跳，气势瞬间弱了3分。你等着，等你爸回来再说。张翠芬撂下狠话，拉着林强转身就出了屋子。小九这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刚才的对峙已经耗尽了他这具虚弱身体大半的力气。开局就是 hard 模式啊。检测到宿主绑定1元秒杀系统，本系统每周刷新，本周秒杀清单已刷新。金手指，穿越者标配，虽迟但到。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，看向商品列表。这储物戒指，空间1000立方，10米内意识存取，时间静止。在这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就意味着随身携带了一个超级仓库，是以后生存的最大依仗啊！买，必须买，倾家荡产也要买。购买失败，原因余额不足，当前宿主余额1毛。小九这才想起原主每个月挣的钱全被张翠芬搜刮走，都比脸还干净。不行，这戒指必须买到手，我现在就去搞钱去。小九退出系统，快速扫了一眼屋里，果真是家徒四壁，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有了。林姨，我找建军，他在家吗？小九啊，你这脸色咋这么差？头怎么了？他注意到小九后脑勺衣服上沾着的灰尘，还有额头的冷汗。没事，不小心磕了一下。林姨，建军在吗？我有急事找他。在的，在的。建军，小九找你，你们家刚才那动静，要不要进来坐坐？谢谢林姨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就在这儿等建军。那行吧。小九哥，王建军小跑着出来，他比小九矮半个头，身材结实，是原主发小，也很讲义气。小九哥，你头咋了？你们家刚才叮铃哐啷的。建军，出来说，我有急事。小九二话不说，拉着王建军走到了院墙拐角处。建军，你身上现在有没有1块钱？借我，急用。1块钱？王建军愣了下，随即二话不说，伸手就往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。哎，小九哥，好兄弟，这情我记下了，以后一定加倍报答你。不过我只要1块钱，多的就还给你了。小九哥，你说啥呢？就1块钱的事儿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以前也没少帮我。对了，小九哥，刚才你们家的动静是不是因为工作名额的事？小九点点头，眼神冷了下来。林强想抢我的工作名额，他们还是人吗？你熬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名额，他们还要抢？就你弟那德行，进了厂能干个啥？他气得脸都红了，替小九不平。建军，我打算跟他们断亲。啥？断亲？小九哥，你认真的？这年头断亲可是大事，不仅会被街坊邻居议论，以后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受影响。认真的，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，再待下去，我迟早被他们吸钱。那你打算咋办？工作名额怎么办？卖掉。卖掉？对，卖掉。既然我不打算留在这个家，那工作名额对我意义不大，不如换成钱作为我离开的启动资金。对了，建军，我记得你家是不是还没搞到工作名额？你和你弟也要面临下乡吧？可不是嘛。
我爸托人问了好几家，要么太贵，要么早被人预定了，愁死了。那正好，我卖给你家，怎么样？啊，真的？小九哥，你要卖给我们家？王建军一脸高兴，但眼中的光很快又暗淡下去。可是小九哥，我们家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钱。我听说现在一个进场的名额，黑市至少买要800-900，还有价无市。75年工作名额是硬通货，尤其像农机厂这种国营单位，虽然是学徒工，但也是正经的工人阶级，吃商品粮的，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去。建军，咱们是兄弟，我卖你家400。小九哥，这也太便宜了，不行，你这亏大了。我说400就400。小九哥，我这就回去跟我爸妈说，你等着。对了，小九哥，那你卖了名额，打算去哪儿？下乡啊？你卖了工作名额就为了下乡？小九哥，你图啥？在所有人看来，有工作名额流程是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，但他心里门清，系统在手，去乡下反而更自由，也是他大展拳脚的好地方。我有我的打算，说不定下乡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。那小九哥，你等我消息，我马上回来。系统购买储物戒指，购买成功，消耗1元，储物戒指已发放，请查收。好家伙！小九迅速将戒指戴在手上，戒指瞬间融入他的身体，一种奇妙的联系建立起来。他在意识中看到了巨大的空间，又是了是意念储物的效果，只要10米内所见之物都可以直接收进空间，不需要亲手接触。这下稳了。小九来了，400块将是我在这个时代真正起步的第一桶金。至于林家那帮吸血虫，我一定会跟他们好好玩。王叔、林姨，工作名额的事，建军跟你们说了吧？说了。小九啊，你这名额真要卖？真卖！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，拿着名额也没用，不如换成钱。王爱国和林秀兰对视一眼，都能看到对方眼里的复杂。他们想要这个名额，可他们也不想占小九的便宜。小九啊，建军说你想400卖给我们，这不行，这太便宜了。对，孩子，我们知道你想帮建军，可这便宜我们不能占，你也是苦水里泡大的，这钱是你应得的。爸妈，小九哥一片好意，你们就……建军，你闭嘴！王爱国瞪了儿子一眼，转头认真的看着小九。小九，这样吧，600，我们最多只能拿出这个数了，再少我们真没脸要这个名额。小九看着这一家人，在想着原主那极品家庭，心里叹了口气。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。林家那帮吸血虫恨不得把我骨髓都吸干，而王家却生怕占了我半点便宜。王叔，真的400就行？不行，你要再坚持400，这名额我们不要了，我们不能这么欺负老实孩子。行吧，那就600。小九也不再坚持。不过王叔，这钱你们也不用一次性给我，有多少先给多少，剩下的慢慢还。那怎么行？要买就一次付清，哪有赊账的道理？说着，王爱国小心翼翼地摸出厚厚一沓毛票。这是我们家攒了几年的家底，一共520，还差80。你等会儿，我这就去亲戚家借。不用了，王叔。小九抽出520块钱，把剩下的推回去。80就算了，你们家也不容易。王叔，您要再推辞，这买卖我就不做了，我就去找别人去。这话一出，王爱国不敢再说什么了。他知道小九这是铁了心要帮他们家。小九啊，林秀兰眼眶都红了。你这孩子，让我们怎么信你啊？林姨，别说这话，这些年建军没少帮我，这份情我一直记着。工作证明在你手上吧？在。不过王叔，办手续之前，我得先跟您说个事。你说。我卖了名额，打算下乡，所以有人问起来，您就说是我自愿赠与您的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。还有件事，一会儿我要回去跟家里断亲，可能会闹出点动静。要是情况不对，麻烦您和林姨去派出所报个警，就说林家有人要行凶。断亲？小九哥，你真要……这个亲不断，他们永远不会放过我。孩子，你想清楚了，断亲可不是小事。以后我想得很清楚，王叔，我在那个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您应该也看在眼里。再不断，我迟早被他们吸干。行，孩子，你既然决定了，叔支持你。一会儿要是有情况，我跟你林姨立马去报警。谢谢王叔。事情说定，接下来的手续办得很快。小九看着到手的520块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75年的500多块，相当于一个工人不吃不喝干1年半了。启动资金到位，接下来该搞点装备了。系统把现有的物资全部秒杀。精盐购买成功，玉条粉购买成功，酱牛肉购买成功。这下物资基础有了，精盐、面粉，这都是硬通货。酱牛肉就更不用说了，够我改善伙食好一阵子了。不过光有这些还不够，下乡要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还得先去断个亲。哟，还知道回来，我还以为你翅膀硬了，要飞了呢。逆子跪下。这一嗓子中气十足，要是原主在，估计腿一软就跪下。可惜现在的他不是原主。跪？凭什么跪？小九的声音不大，却让屋里瞬间安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爹，我让你跪你就得跪。爹，你还配当我爹吗？我娘死了才3个月，尸骨未寒，你就急着把张翠芬娶进门。那时候我才5岁，你就把我扔给后妈，不闻不问。这些年我在这个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真不知道。我吃不饱穿不暖，天天干活，挣的钱全被你们拿走，供你宝贝儿子吃喝玩乐。我考上高中，你们不让上，说家里没钱，可转头就给林强买新衣服新鞋。他在外面惹是生非，你们还给他擦屁股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名额，你们还要抢。林海福，你自己说你配当我爹吗？你对得起我死去的娘吗？
屋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张翠芬的脸色白了又红，红了又白。林强张着嘴想反驳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林海福的脸色黑得像锅底。逆子，逆子，我今天打死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打死我？行啊，你打。不过打之前，我先提醒你一句，我要是没了，你们干的那些龌龊事，明天就会出现在街道办和警察局的办公桌上。投机倒把，偷拿公家物品，临墙打劫人民群众，还有张翠芬和你同流合污，你们猜够不够你们一家3口去吃牢饭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所以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？到底要不要打我？要是不打的话，就赶紧和我去街道办断亲。哼！断亲不可能断亲的。林海福把凳子放下，但声音拔高了好几度。你一天是我儿子，一辈子都是我儿子，休想断亲。这话说得冠冕堂皇，要是断了亲，以后谁给他们干活？林海福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现在不是你让不让我断，是我要不要把你送进去的问题。你要是不断亲，我就把你们做的这些龌龊事全捅出去。哦，对了，林强去年打伤隔壁院老李头家孙子那事，医药费好像还没赔吧？这事要是加上去，估计能多判几年。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吃牢饭。林强哭着抱住林海福的腿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老林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咱家强子还年轻，要是进去了，这辈子可就毁了。他说着，又看向小九，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小九啊，妈知道错了，妈以前对你不好，妈改，妈一定改。你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这次吧。小九看都没看他，目光一直定在林海福脸上。林海福心里在挣扎，一方面舍不得小九这个劳动力，另一方面更怕那些事真被捅出去。你说出去了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以后也得背上个父母是罪犯的名声，出去也抬不起头。好处？名声我都要被你们吸死了，还在乎这些？林海福，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要么现在跟我去街道办断亲，从此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；要么你们就准备进牢里吃一辈子的牢饭吧，选一个。屋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林海福的大脑在疯狂运转，他在权衡利弊。不断亲，小九真把事捅出去，全家完蛋；断了亲，虽然少了个劳动力，但至少能保住现在的生活。至于小九以后怎么样，关我屁事。好，断亲可以，但你得发誓，绝对不能把这些事给抖出去。要是敢说出去，你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哦，行啊，我小九对天发誓，要是把林家那些龌龊事告诉任何人，家里的人就天打五雷轰，我不得好死啊！等把亲断了，你看我举不举报你们这些狗东西？至于五雷轰，轰的也是你们这些蠢货。我怕个蛋，能活一天是一天，反正原主已经被你们害死了。好，我同意断亲，但是家里的物品，你休想带走一针一线。这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林家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可以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街道办把亲断了，记得把户口本带上。小九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王叔谈妥了，现在去街道办断亲。你想清楚了就行，叔支持你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？万一他们耍什么花样？您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去街道办就行，这事我自己能解决。您要是去了，反而容易被他们记恨。叔，您放心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小九了。那你小心点，要是有什么事，随时来找叔。周主任你好，需要你们做个见证。是的，周主任，我要跟林海需要街道办做个见证，出具文书。周主任这才注意到小九身后的林海福。老林，这是……林海福低着头，不敢看周主任的眼睛。周主任，我们家的事。见林海福支支吾吾的样子，周主任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他在街道办干了10几年，对各家各户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。老林家那点破事，他当然知道。小九同志，不是小事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一旦断了，以后可就……我想得很清楚，周主任，我在林家过的什么日子，您应该也有所耳闻。今天不断这，我迟早被他们……小九说着撩起袖子，露出手臂上几道新旧不一的伤痕，那是原主以前干活时留下的，有些是意外，有些是被打的。周围群众一看就是一阵窃窃私语。老林，你怎么说？他要断，那就断吧。行，既然双方都同意，那街道办就给你们做个见证。现在我就帮你们文书。很快，3份书就填好了，盖上印章，按了手印。好了，一式3份，你们各拿1份，街道办存档1份。小九，你的新户口本需要一些时间。好的，周主任辛苦你了。林海福将文书塞进怀里，对小九道：亲已经断了，那些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还有，亲既然断了，以后就别再回家了，家里不欢迎你。小九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等着瞧，我要是不让你们吃牢饭，我就跟你姓。妈，要是小九不讲信用怎么办？这小东西留不得，儿子不要怕，我有事先出去一趟，你在家里好好待着。谁呀？找老李。老李不在，我带了点老李家的酱菜。门开了一条缝，一只眼睛从门缝里往外瞟，确认是张翠芬本人后，才把门打开，将人拉了进去。翠芬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没事别联系吗？出啥事了？张彪瞪了狗一眼，黑狗立刻趴下，不敢吱声了。进屋说。说吧，啥事这么急？表哥，我希望你帮我除掉一个人。你要除掉谁？小九。小九，你家那个瘦了吧唧的小子，你为什么要除掉他？按道理来说，他对你和你儿子没有威胁才对。以前可能没这本事，但现在不一定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把今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每说一句，张彪的脸色就沉一分。
你们这是把他往死里逼啊！他要是不把你们按死，我都不信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小东西跟他死去的娘一个德行，所以我才来找你，表哥，你得帮我。翠芬啊，你知道你在说啥吗？知道，他不死，我和我孩子都有可能会坐牢。表哥，你帮帮我。张彪没说话，点了根烟，烟雾在昏暗的屋里弥漫，把他那张八脸遮得若隐若现。他在权衡利弊。行吧，但我不能白干，得加钱。要多少？300。300，表哥，这也太贵了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贵，哼。翠芬，这可是要命的买卖，若你不是我表妹，我才不接这活呢。风险大，收益低，弄不好我自己都得搭进去。你要觉得贵，那就另请高明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等我走了，你可就找不到人了。这话半是威胁，半是事实。张翠芬慌了，咬咬牙，从怀里摸出从小九身上压榨下来的钱。表哥，我只有250块，这已经是我全部家底了，你就帮帮表妹吧。说着，眼泪真掉下来了。张彪看着那沓钱，又看看张翠芬那张哭花的脸。行吧，250就250，谁让咱们是亲戚呢？那表哥你打算咋弄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刚去街道办办了手续，很可能还在街道办，他应该不会回家了，可能会去找地方住，也可能去王家了，或者去供销社买东西。他可有钱了，出来找你的时候听到消息王家孩子有工作了，我估计他把名额卖了。有钱？卖了多少？不知道，但肯定不少。农机场的名额，黑市能卖800-900呢。800-900。张彪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，除掉小九不仅能帮表妹解决麻烦，还能顺手捞一笔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别让人看见你来过这儿。那表哥你啥时候动手？就这2天，我得稍微观察观察。你放心，收了你的钱，这事儿我一定办妥。小九是吧？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小九，这是你的新户口本，从今天起你就是独立的户主了，以后的路得自己走了。小九接过户口本，手指摩挲着封面，心里比什么都踏实。总算摆脱林家大儿子这个身份，以后再也不是林家老黄牛了。谢谢周主任。对了，周主任，我想报名下乡。你说啥？下乡？是，我想报名下乡，为国家做贡献。周主任盯着小九看了好几秒，突然叹了口气：“小九啊，你才刚断亲，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在城里好歹有口饭吃，饿不死。去了乡下，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这些年他经手过不少下乡的知青，去的时候一个个意气风发，可没几个能完整的回来的。周主任，我想好了，我要下乡，有外挂在手，谁还待在这城里？行吧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给你登记。小九哥，等等我。累死我了。建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九哥，我也要跟你一起下乡。建军，你也要下乡？你和你爸商量了吗？我和我爸已经商量过了，我把工作让给弟弟，我去下乡，而且我跟小九哥一起下乡，相互有个照应，总比一个人强。小九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王建军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感觉。林家把他当牛马使，而这个发小家兄友弟恭，一家和睦。你想清楚了，下乡可不是去玩的，那边条件艰苦，活又重，你确定你能坚持得住？我想清楚了，小九哥，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能干得很。说着他凑近了些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再说了，我有预感，跟着小九哥你准没错。”这小子倒是有点直觉。行吧，周主任，那麻烦您把建军也登记上，我们俩一起去。行，下乡地点呢？你们想去哪儿？东北、西北还是西南？周主任，您看哪里最缺人，我们就去哪儿，反正都是建设祖国，去哪儿都一样。有觉悟。这样吧，我尽量把你们俩分到一个地方，相互也好有个照应。不过具体去哪儿，还得等上面统一分配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1周后，会有人提前3天会通知你们去的地点。下周早上8点半是火车到站的时间，记得不要迟到。你们最好提前准备一下物资，到了那边可能有些东西就买不到了。谢谢周主任，那我们回去准备了。小九哥，咱们真要去建设祖国了，你说我们会去哪里？不知道，听从上面的安排吧。小九笑了笑，没多说，只是总觉得背后有一种窥视感，左右看了看，却又没发现什么异样。小九哥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突然想起来还得去买点东西。我也得去买。对了，小九哥，你家……他说到一半，突然表情有些尴尬。小九刚跟家里断亲，哪还有人给他准备这些东西？那个小九哥，要不你跟我回家，让我妈帮你一起准备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搞定。那行吧。小九哥，我就先回家准备了。1周后，公社大院见。好，1周后见。小九点点头，看着王建军风风火火跑远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这小子虽然憨了点，但人是真不错。从穿越过来，还没吃过东西，酱牛肉留着晚上偷偷吃。现在先去国营饭店填饱肚子。小九魂穿起舞，只是去国营饭店吃了个水煮白菜，却发现自己被小混混盯上了。于是，在去黑市淘物资前，先去废弃工地收集了一堆石头当武器，然后黑市采购完物质，便直接将人引到了死胡同。兄弟，挺有钱啊，买了不少好东西嘛。小九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左手靠背从空间中取出一块拳头大的鹅卵石握住，把东西和钱交出来，哥几个让你完好无损的离开，不然的话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发生点什么事可不好说。3人慢慢靠近，小九还是没说话，缓缓退后，在心中默默计算他们靠近的距离。小子还挺淡定，怎么着还想反抗？10米范围以内，好时机。小九眼神一冷，猛地把鹅卵石丢出，准地砸在高个子胸口。高个子应声跪地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
敢动手，揍他丫的！小九意念一动，两块大石凭空出现在两人脚下，往死里搅拌了个狗吃屎。瘦子反应快，硬生生跳了过去。小九又一块鹅卵石落下，砸中他的小腿，紧接着一顿石头乱飞，砸得三人嗷嗷乱叫，躺在地上呻吟。三人看小九的眼神都变成了惊恐，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出这么多石头来。还想要我的东西吗？兄弟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，钱票值钱的东西全部。三人面面相觑，他们这是打劫不成反被劫了。快点！小九抬脚作势要踢，别，我们掏！矮胖子哆哆嗦嗦的从怀里掏出20多块，外加几十张不同的票。瘦子也掏出差不多的钱和票。高个子最穷，身上就7、8块钱。小九把三人的家当收拢数了数，一共54块和各种粮票。果然赶人放火金腰带，还是得靠打劫来得快。就这些，大哥，我们就这点家底了。对呀，我们好不容易赚的钱都给你了。小九转身将钱收进空间，高个子眼神一狠，手悄悄摸向后腰，找死！我去你妈的！让你特么的讨！还有谁想试试？小九目光扫过矮胖子和瘦子，两人吓得浑身发抖，连连摆手。不敢了，大哥饶命！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小九冷哼一声，蹲下身，在高个子身上又摸出10块钱和几张肉。还敢藏私货？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，下次就不是石头了。是，我们这就滚！矮胖子和瘦子扶起昏迷的高个子，连滚带爬的逃出胡同。小九把高个子的刀也收入了空间中，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又去黑市逛了一会儿才离开。今晚这一趟收获不小，物资买齐了，还意外得了64块钱和票。有了这些准备，下乡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加舒坦了。一阵凉风吹过，林看他们很真。真特么了！明天必须买几件好衣服，冷死我了。暂时没住处，看来还得去建军家借住几晚。小九在附近几条胡同里兜了几圈，确保没有人再跟踪自己，这才朝另一条胡同拐去。林家那帮吸血虫这么轻易放过我了？以张翠芬那恶毒的心思，不应该吧？算了，也许是我想多了。我操！收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可还没等他喘口气，黑暗中又冲出了一道身影，握拳朝他太阳穴挥来。还来！小九肾上腺素狂飙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抬起手臂硬挡。砰的一声，砸得他连退7、8步，后背重重撞在墙上，震得他5脏6腑都跟着颤。这人是要命来了？难道是刚才那3个小混混？不对，如果是他们叫来的人，不可能直接要命，那就只有张翠芬、林海佛、林强，不管是谁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我的刀竟然没有命中这小子，就连这一拳也没有把他打倒。没想到这瘦弱小子竟能扛住我这一拳。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小九取出刚买的砍柴刀，刀刃在黑暗中划过一道冰冷的弧线，刀尖在粗布上划开一道口子。差一点就开膛破肚。两人分开，隔着3、4米对峙，胡同里死一般寂静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。小九这才看清对面的人，一身粗布衣服，脸上蒙着围巾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此人正是张翠花的表哥张彪。你是谁？刀是怎么出现的？我明明看见这小子两手空空，还有我的那把刀，明明快要命中小九的眼睛，怎么就消失了？张彪心里升起一股寒意，这小子十分邪门。这人蒙着脸，显然不想被认出来，身手这么狠辣，也很专业。你是张翠芬找来的杀手？小九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，越想越觉得可能。那女人为了保住自己和儿子，什么事干不出来？而且这杀手肯定知道林家那些龌龊事，否则张翠芬不敢这么信任他，不能让他走。然而张彪也在心里盘算着，还以为是个简单的活，没想到这小子这厉害。若是再纠缠下去，万一这小子喊人，恐怕会暴露自己是通缉犯，可不知道，不能冒险。张彪开始缓缓后退，想跑门都没有。两人僵持了几分钟，张彪冷笑一声，拔腿就跑。只听见哗啦一声，伴随着骨头错位声，张彪脚腕处传来剧痛，不知脚下何时多了一堆圆溜溜的鹅卵石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背后破风声响起，将结结实实拍在他后背上，胸口一阵气血翻涌。可惜没砸到头。这石头哪来的？砖头哪来的？这小子身上明明什么都没带，难道真有鬼？这小子太邪门了，撤！必须马上撤！大黑，过来！兄弟，你看，这真是误会。我就是个拿钱办事的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要不，今儿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眼神示意那条黑狗，意思很明显，我有狗，真要拼起来，你未必能讨得好。小九没说话，左手砖，右手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巷子里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张彪被这眼神盯得浑身发毛。我把钱给你，那雇主给了我250，我给你双倍，不3倍。说着就开始掏兜，500够不够？不够1000。接着，张彪将钱扔在小九2米远的地上，眼睛死死盯着小九。只要你小子敢弯腰捡钱，我就立马让大黑扑上去，狗咬人，不刀，完美。只是小九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目光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过张彪的脸。这小子怎么回事？不按套路出牌啊？7、800块钱，他就一点都不动心。兄弟，钱都给你了，还不够诚意吗？你要是嫌少，我在家，我家里还有。哼。谁雇的你？张翠芬，你后妈。她为什么雇你对我下手？怕你举报，她说你知道的太多事，留着你是个祸害。她还说你卖了工作名额，身上有钱，让我除掉你，钱归我。果然，她还说什么了？没了，真没了。兄弟，我就是个拿钱办事的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你放我一马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偷偷往后挪。小九站在离张彪4米远的地方，看样子是没打算放过他。臭小子敢耍我！问完了话，钱也收了，还是不肯放人。既然这样，大黑上，咬他！好一个老狐狸！我去你的！
好你个张翠芬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小九在原地休息了一会，这才将战场打扫了一遍。现在的他浑身是狗血，要是被公安看见，妥妥的嫌疑人。手臂肿了，不知道伤到骨头没，得赶紧找个地方处理一下，换身衣服。当解决危险的小九不小心触发财富的机关，墙角水缸下露出个黑漆漆的洞口，里面散发出一股子霉味。小九盯着洞口研究了半天，这是啥玩意儿？难道是前朝遗宝、军阀藏金，或者是抗战时期留下的东西？49城是几百年的古都，地上地下不知道埋了多少秘密。没想到今天居然让自己撞上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小九立马从空间取出一个火把点燃，下到了洞里。我尼玛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箱子上画个骷髅头，一看就是化学武器。小九拿起箱子上一张泛黄的纸看了看，纸上全是看不懂的日文，只看明白了里面夹杂的几个汉字：实验、毒气。这帮该死的小日子果然没干什么好事。收，先把这危险品存起来，以免泄露。整整1箱金条，发了，这次真发了。银元、袁大头一整箱，收。珠宝首饰，收。古董字画，收。竟然还有1箱38大盖和几箱子弹，这玩意儿好啊！这个年代拥有它，既能保命，也能惹祸，有备无患。收。小九看着空间里堆成山的财富，有种做梦般的不真实感。宝子们，谁懂呀？几分钟前我还是个刚断亲、身无分文、差点被人除掉的倒霉蛋，现在就已经成为隐形富豪了，简直不要太刺激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眼角余光瞥见刚才放枪的地方还有几张泛黄的纸，他拿起展开看了看。第一张是很久以前49城的地图，和现在有些出入。地图上有6个地方被用红笔画了圈，每个红圈旁边还标着数字编号。这些红圈的位置该不会都是藏宝点吧？而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编号是6，也就是说至少还有5个这样的地方。这张地图和记录应该是当年小日子负责藏宝的人留下的吧，可惜没能带走啊。小九翻到地图背面，上面果然写着每个密室开启的方法，难怪这么多年没人发现，设计的这么隐蔽。如果今天不是误打误撞，根本找不到。这一趟赚麻了。从密室出来，小九重新把水缸挪回原位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迈着轻快的脚步向王建军家走。手臂上的伤还在疼，但心里那叫一个美。这小子下手也太狠了，这活接亏了。一想起刚才凭空出现的石头和消失的刀，张彪心里就一阵发麻。特么的张翠芬，差点让老子送了命！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从张翠芬那里要回我的辛苦费，然后立马离开49城。万一那小子去找张翠芬问出我的信息，我就走不了了。王叔，你这孩子大晚上的还在外面晃悠，吃饭了没？让你林毅给你做点。不用了，王叔，我吃过了。秀兰、建军、小九来了。很快，里屋传来动静，林秀兰和王建军、王建国都走了出来。小九，你看我这脑子，你那边肯定回不去了，快坐快坐，姨给你倒杯热水。小九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没地方住了，来你家借宿几天。这有啥？你就住这儿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小九哥，听说你跟家里断亲了？建国、王爱国瞪了小儿子一眼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王建国缩了缩脖子，不敢说话了。小九，赶紧喝口热水暖暖身子，你这孩子大晚上的在外面跑，冻坏了吧？谢谢林姨。小九啊，你是准备在叔这住几天？我想在您这儿借住几天，等下乡的通知下来就走。行啊，没问题，你就安心住着，想住多久住多久，就是条件简陋了点，你得跟建军、建国挤一挤，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能有个地方睡就不错了，哪还敢挑3拣4的？那哪行，明天我就让你王叔去弄张床来，你自己单独睡。不用了，林姨，太麻烦了，而且过几天就下乡了，没必要这么折腾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就算你下乡去了，那床也能留着放东西，不浪费。小九看王家2口子这么热情，心里暖暖的，在这个时代能遇到这样一家人，真的幸运。真不用了，王叔，我就跟建军他们挤挤，挺好的。王叔，您要再坚持，我可不好意思住了。这行吧行吧，听你的。行，那王叔林姨，我就先和建军、建国他们去睡了，今天确实累了。好好好，快去休息，我去给你拿床被子。小九哥，你从街道办走了之后干嘛去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没什么，就出去发了点财。发财？怎么发的？捡到钱了？小九笑了笑，没接话。王建军还想追问，但借着月光看到小九脸上疲惫的神色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行吧，那我先睡了，明天再说。小九躺在床上，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，精神却异常兴奋，意识沉入储物空间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以后的日子美滋滋啊！下乡的通知应该快下来了，等通知一到，立马就走。对了，明天还得去一趟林家，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收走，让他们也体会一下原主的日子，然后送他们全部去吃免费饭。晚安，我的小钱钱。小九醒了，怎么不再睡会儿？林姨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坐着就行，早饭马上就好。小九将手伸进怀里，从空间拿出一块酱牛肉。林姨，这是我昨天买的酱牛肉，一会大家尝尝。酱牛肉这东西太金贵了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没事，林姨，我买了不少。你这孩子以后别再买这些东西了，太花钱，下乡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你得省着点。知道了，林姨。小九点头，心里却想着空间里那堆成山的财宝。钱，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早饭后，小九打算再去供销社转转，王建军也跟了上来。小九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知道
道哪儿东西便宜。行啊。两人刚走出胡同口，迎面就撞上了张翠芬。看到小九，张翠芬明显愣了一下，脚步都顿住了。小九，有事吗？张翠芬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旁边的王建军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没事。他低下头，快步走了。那背影怎么看都像是落荒而逃。呸！这女人肯定没安好心。走吧，去买东西。冷静，冷静，万一是表哥没有行动呢？不行，得去看看。张翠芬咬咬牙，又出了门。小九在胡同拐角处看着张翠芬匆忙离开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这女人果然坐不住了。建军，你先去街道办报道，我有点事，等会儿去找你。小九哥，你啥事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私事，你先去，我很快就好。王建军虽然疑惑，但也没多问，点点头走了。等王建军走远，小九转身回了后院，正好林强也晃晃悠悠的出门了。开始了。小九走进屋里，将桌椅摆上，锅碗瓢盆，只要能搬动的东西，通通收进了空间里，甚至连墙上挂的半块镜子都给偷了，主打一个寸草不生。哟，这不是林海福的日记本吗？怎么放到这里来了？看来是上次说的那些事情，让他不得不换了个位置藏啊。不过没用，照样被我发现了。小九捡起来翻了几页，嘴角挂起了冷笑。也不知道这林海福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，喜欢把干的坏事写到日记本上，不但写自己的，还把别人干的坏事也写进去，是真牛皮，正好多一个证据了。收。啧啧，原主在外面累死累活，你们在家吃大米白面。收。做完这些，小九站在屋子中央，最后检查了一遍，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现在的林家终于是家徒四壁了，耗子来了都得哭着走了。翠芬，你让我除掉的到底是什么人？翠芬这才看清张彪的样子，眼珠子通红，布满了血丝，脸上的疤在昏暗里显得格外狰狞，把他都吓了一跳。就是变得稍微硬气点的毛头小子啊，就是我们家那个老大，你见过的。毛头小子，哼，什么毛头小子能把我打伤，还赔上了我的狗，这事我干不了，你另请高明。继母为了不踩缝纫机，雇佣表哥除掉我，不料表哥失手还赔上一条狗命，继母再次找上门，两人却差点反目成仇，接上题。你说小九把你打伤了，还瞎了你的大黑狗，这怎么可能？就他那小身板，怎么可能把你打伤？表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？哼！张彪撩起裤腿和后背给张翠芬看了看，那一片紫黑色的淤青触目惊心。看见没？这他妈就是你说的毛头小子打的，你跟我说这是毛头小子？张翠芬脸色惨白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这怎么可能？小九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？难怪他昨天看我的眼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不行，表哥，这活儿你必须干，我可是给了钱的，250块。钱我是没有了，你还得赔我300块钱的医药费。300块医药费，张彪，你可是我表哥。你都说了是表的，血浓于水啊，水多了稀了，要么你赔我300，要么……他顿了顿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凶光，要么我就除掉你儿子，你自己选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动我儿子，我跟你拼命！拼命！我打不过那邪门的小子，还弄不过你们吗？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。我表哥，咱们可是亲戚。亲戚，你给我250，要么给钱，要么……张翠芬咬着嘴唇，300块啊，她的心里在滴血啊。对了，小九卖了工作名额，要是能把那些钱弄到手，不就好了吗？想好了没？我没时间跟你耗。行，这就对了，3天之内把300块钱送过来，晚一天我就去找你儿子聊聊。我知道了。滚吧！哼，傻子！张翠芬飞快地跑回了家，只是她刚进家门就愣住，整个家里竟空空如也。怎么回事？东西呢？我的东西呢？报公安，必须报公安！张翠芬冲了出去，周围的邻居纷纷跑来查看，发现他们家空无一物，都震惊了。他们家这是被搬空了，这不很明显吗？这是谁干的？哎呦我去，邻家这是遭贼了！啥叫遭贼啊？这他们要是抄家了吧？看看连炕都给人搬走了，这波操作属实是秀到我了。我看是遭报应了，以前把人家小九当牛马使，现在好了吧？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啧，这就叫天道好轮回。邻居们眼神里都闪着幸灾乐祸的光。没办法，林家平时在院里人缘太差了。很快，张翠芬就领着2个穿制服的回来了。同志，就是这儿了，你看我家被偷了，全偷光了。看着家徒四壁的林家，王队长都愣住了。屋里被搬得比脸都干净。你确定你没有搬家？没搬，真没搬。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不信你问他们，大伙儿都看着呢。张翠芬指了指周围的吃瓜群众，王队长也看向人群，几个邻居立刻点头。啊，对，没搬，我们都看着呢。早上还看见林强出门买早饭，那时候屋里还有东西。就是，这才过了不到2小时，东西全没了。王队长听得眉头越皱越紧，2个小时内把一整个家的东西搬空，连床都拆走了，这得是多大阵仗啊！竟然还没一点动静。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？那个不行，不能把小九说出来，不然我们做那些破事儿也会全抖出去，全家不得进去吃免费饭吗？没有啊。我这么随和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得罪人？随和？你要是随和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大妈没忍住，小声嘀咕，顿时响起一阵压抑的笑声。张翠芬脸都绿了，狠狠瞪了那大妈一眼。我警告你，这案子性质很恶劣，你要是隐瞒线索，破不了案，东西找不回来，你可别怪我们。而且这种报复性盗窃，很可能只是开始。你要是不说，对方下次再来怎么办？王队长一看张翠芬滋滋嗯嗯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没说实话。就在这时，林强吃完早饭回来了。我去，家里咋这么热闹？
公安，完了完了，是小九那小子真报警了，我可不要进去吃牢饭。林强转身就想溜，强子，快去找你爸回来，咱家让人偷了，家全没了。不是来抓我的，还好。等等，家被偷了。林强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冲进屋里。这么空了。强子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去厂里找你爸啊！哦，我马上去。王队长看着林强跑远的背影，又看看屋里空荡荡的样子，眉头皱成了川字。大伙儿都仔细想想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，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没有啊，啥声音都没听见。我也没听见，就跟平时一样。要说可疑的人，早上倒是看见小九出门了，跟王建军一起走的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回来了一趟，待了很久才又出去了。小九，你家大儿子？张翠芬脸色一变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是啊，不过他昨天跟我们断亲了，现在不是我们家的人了。”断亲？他为什么跟你们断亲？这就是家庭矛盾，孩子大了不服管了，非要分家。王队长看他一副心虚的样子，心里更确定有问题了，但他没再追问。等了20来分钟，林海福就满头大汗的跑回来了，冲进里屋，直接瘫坐在地。没了，全都没了。爸，你咋了？什么完了？林强吓得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脸，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林海福才悠悠转醒。林同志，你冷静点，我们是公安，来帮你破案的。同志，你一定要帮我啊！我家让人偷了，全偷光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别急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？林海福一愣，脑子里瞬间闪过小九那张脸。没有啊，真没有？你再仔细想想，这种案子8成是报复，真没有。他说的那叫一个心虚，连自己都不信。王队长心里明镜似的，这夫妻俩肯定有事瞒着，但人家不说，他也没办法。行吧，小张，你去周围转转，问问其他院子的人，看有没有人看到什么。是，你们也仔细想想，丢了什么东西，列个清单，越详细越好。清单？张翠芬突然想起什么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林，铁盒子。”林海福浑身一颤，脸色变得惨白。盒子，嘴上说着盒子，心里想的却是那个日记本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林海福眼前一黑，又晕过去了。以前把人家小九欺负成那样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就是，老天爷有眼啊！我看啊，这是8成就是小九干的，那孩子被逼急了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。嘘，小声点，没证据可别乱说。王队长站在一旁，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心里也有了计较，对张翠芬道：“你刚才说的铁盒子是什么东西？”同志，那盒子里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，800多块钱，还有一些首饰。王队长眼神一凝，800多块可不是小数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重点查找这个铁盒子。他又转身看向刚回来的小张，有没有问到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都说没看见。不过有个大爷说，早上看见一辆板车从胡同口经过，车上盖着布，不知道装的什么。板车什么时候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大概8点多，往城西去了。城西那边有个旧货市场，很多来路不明的东西都在那儿出售。如果真是小九干的，他很可能把东西拉到那儿去卖。走，去城西看看，你们也跟我一起去认认东西。此时林海福也醒了过来，跟着公安一起去了城西，只是看了一圈下来，都没能找到自家东西。看来他也没来过这儿，回去吧，这烂子一时半会儿破不了。同志，你不能不管啊！我家东西全没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王队长看着他，心里一点同情都没有。问话的时候，夫妻俩遮遮掩掩的，明显心里有鬼。我们会继续调查的，有消息会通知你们。爸妈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事会不会是小九干的？这口气我们就这么咽了？咽，老娘咽不下。小九那小以为搬空我们家就完了，做梦！老林，你那些关系该动动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要下乡吗？让他去最苦最偏的地方。好，我明天就去办。我因搬空林家所有物资，结果被林海福动用关系，将我下乡地改为最贫苦的东北小山村。出发前2天，我将林家收来的物品在黑市通通低价处理，还去了另外几个藏宝点，一个地方是5箱军火，一个地方又是5箱小黄鱼，其他3个地方住着人也没办法接近。算了啊，这几个地方有机会再说吧。本周物品已刷新。第1件，异能念力，可凭意念操控物体，控制范围与物体大小取决于宿主身体素质。当前最大范围5米，最大承重10公斤。哦，超能力啊！虽然有限制，但这玩意儿关键时刻绝对管用，买了。购买成功，念力异能融合中。一股暖流从头顶灌入，顺着脊椎往下跑，那感觉像是泡在温泉里，浑身舒坦。过来。成了，道爷我成了。系统还有什么好东西？第2件，神级医术附带针灸盒，掌握古今中外所有医学知识，精通针灸、推拿、正骨等技艺，附带一套108枚金针。这个更实用，这年头医疗条件差，乡下连个赤脚医生都难找，有了这手艺，到了东北那不是横着走。买。购买成功，神级医术融合中，针灸盒已存入储物空间。又是一股暖流涌入，无数医学知识像潮水一样涌进脑海。小九感觉脑子像被塞满了，胀得难受。但几秒钟后，所有知识沉淀下来，融会贯通，爽！好像我这身体挺虚啊，等到了东北找机会弄点药材，好好补补。还有什么？第3件商品，无脸面具，佩戴后可根据心意自由改变相貌、声音。这玩意太好了，简直就是老6神器啊！买了。
购买成功，无脸面具已存入储物空间。小九意念一动，将面具附在脸上试了试，果然下一秒就变成了自己想象中的人物形象，毫无破绽。绝了！有了这面具，以后做事就方便多了。明天就下乡了。念力、医术、易容神器、攻防辅助加隐蔽全齐活。既然剩下那3处藏宝点我拿不到，那就交给公安他们解决吧。至于林海福的日记，我得帮他多写几笔再交上去。嘿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九便起床收拾好了包袱。小九，这么早？今天出发，早点收拾。王叔、林姨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去吧去吧，记得早点回来，别误了火车。就是他了。小朋友，帮叔叔一个忙，行不？啥忙？你帮叔叔把这个油纸包送到那边公安局里的公安叔叔，就说是在路边捡到的，办成了，这颗糖就给你。小男孩的眼睛瞬间直了，这年头奶糖可是顶级零食，寻常人家过年都未必舍得买。真的给我？真的，叔叔不骗你。不过你得等半个小时之后再送过去。诺，看到那边那个钟楼没？等那个长针指到8，你再送去，叔叔会在后面看着你的。行，我记住了。乖孩子。小九又摸出2颗糖，看你这么听话，再奖励你2颗。记住啊，一定要等到那个时间再送，而且一定要叫公安叔叔。叔叔放心，我肯定听话，准时送到。好，那你先玩着，到时间了再去。兄弟，你好啊。你有事？兄弟，帮我个忙，我给你1块钱当报酬。啥忙？嘎人放火，我可不敢。放心，不是坏事。你看那边的小孩是我侄子，我临时有急事要离开，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担心他乱跑，你帮我看着他，就坐在这儿看，只要看着他别跑远，知道？大概半个小时后，他要是往公安局那边走，或者进了公安局，你就不用管了。要是他没去，还在这儿玩，你就继续看着，我很快回来。乞讨者看了看小男孩，又看看小九手里的钱，有些犹豫。说来惭愧，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跟孩子说好了，要是半个小时后我没回来，就让他去公安局里待着等我，那里安全。我就怕这小子贪玩忘了时间，或者跑别处去了。说着还朝孩子喊了一嗓子：“狗蛋，好好玩，别乱跑啊！”小男孩闻声看向这边，看到小九旁边蹲着的真乞丐，点了点头。瞧，那是我侄子，叫狗蛋，这下信了吧？信了，兄弟你放心去办事，我帮你看着，保管他跑不了。那就多谢了，这钱你先拿着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多点回来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乞讨者攥紧了钱，脸上乐开了花。小九在附近又兜了几圈，确定没人跟踪，这才回了王家。王家父母一起将2人送到了火车站，火车站里也不少知青家人在送行，个个都红着眼眶抹着泪。小九啊，这个你拿着。林秀兰塞过来一个手绢包，小九打开一看，里面是20块钱，还有几张粮票。林姨，这别推，这是我和你王叔的一点心意，你不拿我们生气。小九看着林秀兰鼻子有点酸，这年头2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，王家如今也不富裕，能拿出这些是真把他当自家孩子了。行，那我收着，谢谢林姨，谢谢王叔。谢啥谢？到了那边好好干，只要肯出力，饿不着。建军，你也跟着你小九哥好好学习，别拖后腿。好的爸，我知道了。孩子有啥事就给叔写信，你也别难过，你王叔家就是你的家。听着这话，小九心里也是暖暖的。没事，叔，我没上心。上车吧，火车快开了。再见，49城东北，我来了。林海福、张翠芬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送你的惊喜。你说这是你在路上捡的？是的，就在胡同口，用石头压着。王队长打开油纸包，先看到的是藏宝图，紧接着是日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堆罪证。王队长越看脸色越沉。来人，去林家抓人。而此时的林家，张翠芬正美滋滋的收拾屋子，她刚从娘家又借了50块钱，买了些东西。等小九那小子到了东北，有他受的。林海福刚要接话，就被踹开，几个公安冲了进来。林海福、张翠芬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王队长，这是干啥？干啥？这些东西解释一下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带走。爸妈，你们干啥？凭什么抓人？你也一起配合调查。该早该抓了。这下好了，一家子全进去了。不知道小九知道不？知道又怎样？人家今天下乡了，眼不见心静。是谁又在念叨我？让一让，麻烦让一让。车厢里一阵骚动，挤上来2个大包小包的姑娘。哎呀，姑娘你小心点，别踩着我。我的包挂住了，姐跟紧我，别走散了。我卡住了。高个姑娘带着哭腔，她提的大编织袋被旁边一个中年大妈的篮子勾住了，怎么拽都拽不出来。哎呀，你这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这篮子里可装住鸡蛋呢，碰碎了你可赔不起。对不起。高个姑娘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手忙脚乱地解着缠绕在一起的带子。姑娘别急，我来帮你。我来，都让开，我手巧。一时间7、8个人围了上去，把2个姑娘团团围住。小九看着这乌泱泱的一幕，嘴角抽了抽。好家伙，这阵仗！我的鸡蛋全碎了！你个杀千刀的，赔我的鸡蛋！赔钱，必须赔钱！我这蓝鸡蛋可是要带到乡下去送人的，整整20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刚才有人挤我。我不管，反正鸡蛋是在你手里打碎的，就得你赔。大妈不依不饶，周围那些刚才还热情满满的男知青们，此刻都沉默了。这一篮子20个鸡蛋，少说也得3、4块钱，还得有票，谁愿意替一个陌生人出这个钱？阿姨，您别急，我姐真不是故意的，您看赔您多少钱合适？我们赔钱，光赔钱就行了吗？我这鸡蛋是要送人的，现在全碎了，我拿什么送？你们得
陪我整篮鸡蛋。这姑娘犯难了，火车上哪去弄20个鸡蛋？僵持了几分钟，让姑娘摸出4块钱和一些票。阿姨，我们赔您钱和票，您看行吗？这车上实在弄不到鸡蛋。行吧，算你没识相。原来这俩座位是他们的，这是哪家的父母能养出这么2个呆瓜，还放心让他们下乡，也不怕1年后直接抱上外孙？不是他恶意揣测，这年头乡下什么样他心里门清。2个这么漂亮又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城里姑娘到了农村，那就是羊入虎口。哎，个人自扫门前雪吧。小九哥，你肚子也饿了？那小九哥，你有没有吃的？我肚子也好饿。你父母没给你带？带了啊，就是味道不好吃。嘿嘿，我感觉你带的肯定好吃一些。小九无奈的笑了笑，手伸进怀里，从储物空间里掏出酱牛肉，浓郁的肉香瞬间在车厢内飘散开来。我去，小九哥，你也太奢侈了吧，又买酱牛肉吃。这一声惊呼吸引了周围不少目光。你就说你要不要吧？要。等一等，一个穿着半新中山装的男知青站了起来，脸上带着几分读书人的清高，但此刻眼神里却满是嫉妒。我说这位同志，咱们都是响应号召下乡建设农村的知青，应该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。你有这么好的东西，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？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！这话说的冠冕堂皇，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，不少人看着小九手里的酱牛肉都偷偷咽口水。这位同志说的对，团结互助是应该的。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让这小子服软了。既然同志你这么有觉悟，那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办。这酱牛肉我拿出来分享，不过咱们这节车厢少说也有30多人，这1斤酱牛肉肯定不够分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出酱牛肉，这位有觉悟的同志出点别的。你刚才不是说要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吗？我看你行李里那个网兜装着不少鸡蛋，少说有10几个吧。还有那个布包里面是不是有白面饼子啊？小九早就把周围人的行李观察了一遍，男知青的脸色瞬间涨红。你怎么能？我怎么不能？不是你说要分享吗？难道你的分享就是只让别人分享，自己1毛不拔？这就是你说的团结互助？男知青语塞，车厢里顿时响起滴滴的议论声。就是啊，光让人家分享，自己藏着掖着。这小伙子说的对，要分享，大家一起分享。看他那样子，就不是真心实意的，就是想占便宜。男知青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小九转身看向其他乘客，各位同志，这位有觉悟的同志说的对，咱们应该互相帮助。这样吧，我这酱牛肉可以拿出来，但光有肉没煮实也不行。我建议咱们来个百家饭，有干粮的出干粮，有咸菜的出咸菜，有鸡蛋的出鸡蛋，咱们凑一桌，中午一起吃个团结饭，怎么样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刚才不是你说做人不能太自私吗？难道你的意思是只有别人不能自私，你可以自私？男知青彻底说不出话了，周围传来一阵低笑声。建军吃。王建军嘿嘿一笑，接过牛肉大口啃了起来，还不忘朝眼镜男知青投去一个得意的眼神。小九也撕下一块，慢条斯理的吃着。车厢里不少人暗暗咽口水，七七眼睛更是死死盯着小九手中的酱牛肉，一眨不眨。小九觉得有趣，故意把牛肉左右晃动，七七眼神也跟着左右摇摆。这姑娘也太实诚了吧！妹妹，你干什么啊？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？七七挣扎着，声音里满是委屈。姐，别看了，人家吃东西呢，你这样盯着看像什么样子？可是那肉闻起来好香啊！方晴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从自己包里摸出半个玉米面饼子。姐，咱们吃这个。七七接过咬了一小口，眼睛却还忍不住往小九那边瞟，那小模样委屈巴巴的。小九想了想，撕下一块酱牛肉，用油纸包好，从桌下递给了方晴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拿着吧，我看你姐挺想吃的。说完，小九继续吃自己的。方晴眼神复杂的将牛肉递给了七七，吃吧，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。哇！七七接过牛肉，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小口，眼睛立刻幸福的眯了起来。好好吃。另一头的男知青看着这一幕，脸色难看的啃着自己的窝头。算了吧，那小子不好惹。林海福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林海福抬起头，眼神涣散，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1974年3月15日，今日与老赵、老钱3人从厂里偷出铜料30斤，卖给黑市刘麻子，得款45元。1974年7月，与老赵一起抢劫，获利52元。1974年9月，发现日军藏宝图，6处地点，我们3人分头探查。等等，什么藏宝图？我不知道啊。日记上白纸黑字写住：1970年你发现了日军藏宝图，6处地点，你们3个人分了。我没写过这个，这日记本是我的，但这里面有些内容不是我写的。我是干过一些坏事，偷过厂里东西，也一起打劫过别人。但藏宝图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藏宝图。那你说说，哪些内容是你写的，哪些不是？前面那些偷铜料、打劫那些是我写的，那藏宝图那段，还有后面什么挖了3处埋回去那些，我真没写过。同志，有人陷害我，这日记本被人改过了。王队长看着林海福这反应倒不像演戏。那你解释解释，这张图为什么和你的日记本一起被人送来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这图我从来没见过。今天早上有人把这2样东西包在一起送到局里，举报你私藏宝藏，还涉嫌多起。林海福眼神空洞，许久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猛地抬起头，是小九，一定是他，那个小。
他恨我们，恨我们全家，一定是他伪造了日记，陷害我。小九已经下乡了，今早的火车，那也可能是他临走前安排的。公安同志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真不知道什么藏宝图，你们可以查我的经济情况，我家都被搬空了，要真有宝藏，我能过成那样。林家失窃，一直到现在也没线索，笔记本不是没可能被修改。你先冷静，我们会调查的。如果真是有人陷害你，我们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你撒谎，我没撒谎，真没撒谎。王队长走出审讯室，眉头紧皱。王队，怎么样？有问题。林海福不像是知道藏宝图的事。那他日记本里怎么写的？他说有些内容不是他写的，有人更改过日记本。谁有这本事？有动机、有机会的人。小九在王家住，有机会把日记本偷出来更改，而且他对林家恨意极深，有动机陷害。可他才18岁啊，没有这么深的心机，还伪造日记。别忘了，他家被搬空的事，2个小时内把整个家搬空，连床都拆走，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？那你就确定这件事就是小九干的吗？王队长张了张嘴巴没有说话，因为他也不相信小九能在2个小时内搬空整个家。小九哥，这牛肉真香，哪儿买的？黑市，还有慢慢吃。小九哥，你太好了！王建军感动得差点流泪。你们也是下乡的知青？我们是去东北的大岭屯，你们呢？我们也是去大岭屯。真的？方晴又看向王建军，这位是我兄弟王建军，我叫林小九。小九同志你好，建军同志你好，我叫方晴，这是我姐姐方七七。小九看向七七，此刻他正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。谢谢你请我吃肉。好家伙，这杀伤力！不客气，你们也是自愿下乡的吗？妹妹说乡下有鸡蛋吃，我就来了。方晴赶紧捂住姐姐的嘴，尴尬的笑了笑。我姐她比较单纯，我们下乡是为了响应号召，建设祖国。小九一眼看出他在撒谎，不过他也懒得拆穿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没必要刨根问底。建设祖国好啊，到了大岭屯，咱们就是战友了，互相照应。对，互相照应。方晴连连点头，从随身小包里掏出一个油纸包。小九同志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芝麻糖，请你和建军同志尝尝，就当是谢礼了。小九本来想推辞，但王建军已经毫不客气的拿起一块塞进嘴里。好吃，真甜。小九无奈，也拿起一块放进嘴里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火车继续前行，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4人都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七七偶尔插一句，都语出惊人。小九同志，你说大岭屯真的有狼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就算有，也在深山里，不会到屯子里的。那就好，那有鸡蛋吃吗？有，下乡的地方家里都养鸡，能换到鸡蛋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鸡蛋了。姐，咱们是去建设农村的，不是去旅游的。我知道呀，建设农村也能吃鸡蛋呀。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小九看着这对姐妹的互动，忍不住笑了。这趟下乡之旅似乎不会太无聊了。老王，上级指示下来了，成立专案组，彻查这6个藏宝点。你任副组长，配合工作。林家那边先关着，专案组明天就到，等他们来了再审林海福。如果真和藏宝图无关，该放就放。但日记本里其他罪行够他喝一壶的，偷盗公物、打架、抢劫致人伤残，这些查实了最少10年。那小九那边，一个下乡知青，现在在火车上，能查什么？等专案组来了再说吧。小九，如果这一切真是你做的，那你这波操作属实是秀到我了。借刀嘎人，祸水东引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。到了东北，天高皇帝远，谁也管不着你，后生可畏啊！而小九这边刚去完厕所的他，出门就碰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。让让，憋不住了。对不起，不小心撞到你了。对方低着头，声音含糊的嗯了一声，根本不敢看小九。没事。那人急急忙忙冲进厕所，关上了门。刚才那人冲进厕所时，脚步明显有些不稳，右腿不敢用力，而且撞到我的瞬间，能明显感觉到他后背的肌肉绷得很紧，像是碰到了伤处，位置都对得上，声音也差不多。他也上了这趟车，是要跑路还是？倒是会选路，可惜你选错了车。小九退到阴暗处，大约过了5分钟，厕所门开了，张彪低着头走出来，眼神警惕地扫视周围。小九用念力扫了一下他的身体，腰间别着一把刀。此人就算不是那个杀手，也绝对不是善茬。小九用念力定位张彪，看到了他所在的车厢和座位号，然后戴上面具，转身去了列车员室。同志，我有点情况要反映。什么事？同志，我刚才上厕所时撞到一个人，那人腰里好像别着刀。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撞到的时候我扶了他一下，手碰到了，硬邦邦的，是刀的轮廓，而且他身上有伤，贴着膏药，走路腿脚也不利索，像是打过架。那人长什么样？在哪个车厢？大概1.75米，40岁左右，脸上有刀疤，在7号车厢32组。同志，如果这人真有问题，你们去查的时候最好小心点，我怀疑他可能是在逃的通缉犯。通缉犯，我只是怀疑，但普通人不会在火车上带刀，而且他看起来很紧张，一直低着头，不敢看人。列车员沉吟了几秒，点点头。同志，谢谢你反映情况，我们会去核实。不过，如果真有问题，我们可能需要你作证。作证没问题，但有个请求，如果真是通缉犯，你们抓人的时候，能不能别说是我举报的？我担心他有同伙在车上，暴露了会惹麻烦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有纪律，会保护举报人。你先回座位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我们去查。好。
建军，收拾一下东西，等会儿可能要换座位。换座位？为啥？别问那么多，听我的就行。小九同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有点小麻烦，你们也准备一下。等会儿如果列车员通知换车厢，咱们就换。方晴还想问，但看到小九的表情，把话咽了回去。姐，把东西收拾好。哦。老刘、小张，7号车厢可能有情况。刚才有个年轻同志反映撞到一个人，腰里别着刀，脸上有疤，身上有伤，像是通缉犯。通缉犯确定吗？不确定，但宁可信其有。咱们分头行动。老刘，你去列车长室汇报，申请联系前方车站的公安。小张，你跟我去7号车厢，先远远观察，别打草惊蛇。好。3人立刻行动。几分钟后，小张和中年列车员装作查票，来到了7号车厢。两人一边查票，一边用眼角余光观察32号座。是他吗？像，你看他坐姿，身体绷得很紧，手一直放在腰间，那是随时准备拔刀的姿势，而且他不敢抬头，一直在用余光观察周围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心里有数了，便回到列车员室。列车长已经联系了前方车站，公安会在松山站上车，还有40分钟到站。好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盯住他，别让他提前下车或者闹事。要不要先把他控制住？不行，万一他真有同伙，打草惊蛇就麻烦了。而且车上这么多人，动起手来容易伤到旅客。等公安上车，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3个列车员轮流路过7号车厢，用各种借口观察那个8脸男人。张彪越来越焦躁，火车刚到站，张彪就提起行李准备下车，公安就走了上来。站住！张彪见势一把抓过一个女知青，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嘎了他！车厢内顿时乱成一团，旅客们纷纷后退。放下刀，你跑不掉的。让开，让我下车，不然我嘎了他！想跑，没门！张彪转头便看到小九正站在人群后，又遇到这邪门的小子，真的是倒大霉了。就在他愣神的瞬间，2个公安将他按倒在地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好，公安同志好样的！旅客们拍手叫好。小九收回念力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。公安将张彪押下了车。刚才那人是谁啊？怎么还带刀？肯定是通缉犯，没看公安都来了吗？太吓人了，刚才刀都架脖子上了，多亏了公安同志反应快。小九哥，刚才那人是不是你举报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你刚才让我收拾东西，准备换座位，肯定是发现什么了。别瞎猜，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，知道多了没好处。明白明白。王建军连连点头，但眼睛里满是崇拜。小九同志，刚才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知道是你，你刚才从列车员室方向回来，又结合现在的这件事情，我十分谢谢你提醒我们。这姑娘还挺聪明，巧合而已。方晴点头，但看小九的眼神多了几分好奇和探究。这个男知青好像不简单。火车继续前行，几天后总算是到了目的地。下车的知青们个个冻得瑟瑟发抖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冷！首先欢迎各位同志来到松江县，我叫李国富，是松江县知青安置办的负责人，你们可以叫我李主任，也可以叫我老李。我知道大家坐了几天火车都很累，有些同志可能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心里没底。我在这里说几句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接下来会有半天的休整时间，公社给你们准备了临时住处，8个人一间，男女分开，条件简陋，但能遮风挡雨。这半天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，镇上有供销社，可以买些必需品。但我提醒你们，钱省住点花，到了生产队挣工分可不容易。第4，明天早上8点就在这里集合，各个生产队的负责人会来接你们，到时候我叫名字，你们跟对人，别上错车。李国富顿了顿，目光在几个看起来特别紧张的知青脸上停留了几秒。最后送你们一句话，农村天地广阔，大有作为。现在跟我走吧。在镇上临时休息点休息了一晚，第2天一早就被叫起分好了队。大岭屯的，去那边接你们的人来了。我是大岭屯的支书，叫我徐老山就行。既然分到了大岭屯，那就是大岭屯的人。丑话说前头，到了屯子，别摆城里少爷小姐的谱，不好使。行李扔车上，人跟着走。什么？大爷，不是，支书，我们不坐车啊。其他几个分到大岭屯的知青也傻了眼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几十里山路让人走着去。哼，坐车想得美，这驴是大队的宝贝疙瘩，开春还要靠它耕地呢，累坏了它，把你们几个卖了都赔不起。可这也太远了吧？七七小声嘀咕，冻得通红的小手紧紧抓着衣角。嫌远就回城里去，没人拦着。一句话把所有人的嘴都堵死了。要是能回，谁愿意来这鬼地方受罪？几个女知青眼圈都红了，看看自己脚上的单鞋，绝望感油然而生。小九没说话，拎着包第一个把行李放了上去，然后不着痕迹地往徐老山身边凑了凑，从空间摸出了一包大前门。大爷，天冷，路滑，这行李就麻烦您多照看一眼。我们年轻，走2步没事，正好暖和暖和。说着，那包烟已经顺着袖口滑进了徐老山那宽大的羊皮袄袖筒里。这小子上道。徐老山脸上的褶子稍微舒展了一些，原本冷硬的表情也缓和了几分。算你个娃子懂事。行了，行李放稳当点，跟紧了，掉队了我可不回头找。
小九哥这是行贿，而且这手法也太熟练了吧！小九没理会王建军疑惑的眼神，退后半步，目光却落在了徐老山的右腿上。老头牵驴的时候，右腿明显不敢吃劲，膝盖总是僵直着，每迈一步，眉头都要微不可察的皱一下。尤其是刚才起步那一下，老头下意识的用手捶了捶膝盖外侧。风湿不对，看他走路的姿势，像是旧伤未愈，加上寒气入骨，形成了顽疾。脑海中的神级医术瞬间给出了判断：陈旧性骨折愈合不良，伴随风寒湿痹，阴天剧痛，严重时甚至无法下地。这可是个好机会。小九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大爷，等一下，又咋了？徐老山有些不耐烦，你这腿一到阴天下雨，是不是疼得跟钻头钻骨头似的？你说啥？周围的知青们一个个缩着脖子，眼神里透着看热闹的愚蠢。这伤得有10几年了吧？平常还好，一旦到了这种阴天雪天，膝盖又酸又胀，严重的时候这半条腿都不是自己的，想剁了的心都有，对吧？徐老山眼皮猛地一跳，这伤是当年他在深山老林跟一头野猪王搏命时留下的。屯子里的人只知道他腿脚不好，可没人能说得这么准。你咋看出来的？家传的手艺，懂点推拿。小九随口扯了个幌子，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赤脚医生受人尊敬，而有真本事的医生，那就是行走护身符。没等徐老山反应，他直接蹲下身，精准地按在了膝眼穴上。大爷，忍着点。话音未落，拇指发力，徐老山倒吸一口凉气，痛，钻心的痛。但紧接着，那股痛感瞬间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。那股盘踞在骨头缝里10几年的阴寒气，竟然被这一按硬生生逼退了。动动看。徐老山愣了2秒，他试探着抬腿，那种像是生了锈一样的僵硬感竟然消失了大半，膝盖竟然也不疼了。神了，真神了！小伙子，不，小林大夫，你这手绝了！碰巧会一点。上车，快上车！这天寒地冻的，别把手冻坏了。这手可是宝贝，以后咱们屯子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还得指望你呢。周围的知青们全都看傻了，没想到这就让上车了。小九视线扫过旁边冻得瑟瑟发抖的王建军，还有脸蛋通红的方家姐妹，面露难色。大爷，我这几个朋友……徐老山是人精，哪能听不出这话里的意思？扫了一眼王建军那个大块头，眉头皱了一下，但目光落回小九身上时，又立刻舒展开了。上，都上，挤挤能坐下。那老驴有的是力气，多拉几个人算个屁。谢了。小九嘴角微勾，转头看向还在发愣的3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上车！哎，来了，小九哥。 4个人加上行李，把不大的板车塞得满满当当。这下剩下的知青们炸锅了，这不公平！之前火车上那个想吃牛肉的男知青赵卫东喊了一嗓子，虽然他并没分到大岭屯，引得其他几个分到大岭屯的知青也不愿意了。支书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他们4个大活人，这驴受得了吗？我们要去公社告你搞特殊化。就是，凭什么他们能做？要做大家轮流做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公平？哼，在俺们大岭屯能干活有本事，那就是公平。人家是大夫，那是能救命的手艺。刚才那一手，你们谁会？徐老山目光如刀，扫过那群愤愤不平的脸。谁要是能现在把我这老寒腿治舒坦了，我也让他做，哪怕让我背着他走都行。你们会吗？不会就给老子闭嘴！没本事还想服，做梦去吧！不想走的，现在就滚回车站，老子还不伺候了！一番话骂得众人鸦雀无声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没本事连呼吸都是错的。小九坐在车上没说话，这种平静比嘲讽更让人难受。徐老山一扬鞭子，老驴迈开蹄子，车身摇晃的厉害，随着驴车颠簸摇晃，七七重心不稳，跌进了小九怀里。小九稳稳接住，下意识扶住了他的腰。七七有些尴尬的红了脸，没事吧？七七整张脸瞬间红得像个熟透的红苹果。对不起。方晴眼疾手快的一把将姐姐拽回了原位。姐，你坐稳点。方晴瞪了姐姐一眼，又转头看向小九，眼神有些复杂，既有感激，又带着几分警惕。谢了。路不好走，抓紧扶手。板车一路前行，周围的景色迅速荒凉起来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天色渐暗，四周的山势变得陡峭起来，风灌进峡谷，发出呜呜的怪笑声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这地方叫鬼愁沟，以前土匪劫道最爱在这儿动手。大爷，您别吓我，现在哪还有土匪啊？土匪是没了，但这山里头想吃肉的东西可不少。话音刚落，拉车的老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不安地刨着前蹄，浑身都在剧烈颤抖。右侧的山坡上传来一阵踩断枯枝的声响，徐老山立马从草堆里抽出一杆老旧的单管猎枪。都别出声，有畜生盯上咱们了！一阵低沉湿润的喘息声顺着风飘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，车上的空气瞬间凝固。七七吓得转身就把脸埋进了小九的怀里，两只手臂死死箍住小九的腰。方晴小脸发白，一只手紧紧抓着板车的护栏，另一只手死死攥着小九的衣袖，左拥右抱，艳福不浅。别动，是狼群！这帮畜生闻着人味和驴味了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谁也不许叫，更不许跑。狼这东西最贼，你一跑，他就知道你怕了，扑上来就咬喉咙。王建军拼命点头，脖子僵硬的像根木头。右侧的灌木丛突然剧烈抖动了一下，一头体型硕大的公狼走了出来，看样子是个老手啊。猴狼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，猛地向后窜出几米，灌木丛又窜出几头狼，对板车形成了包围之势。徐老山快速往枪里填装着子弹，动作虽然麻利，但手有点抖。他又摸了摸口袋，糟了，兜里只有2发备用子弹，加上枪膛里这1发，一共3发。对面至少有6头狼，这仗怎么算都是个死局。大爷，他们过来了。别吵吵！徐老山伸手在羊皮袄里掏摸了半天，掏出一大串炮仗，猛然扔了过去。给老子滚！一阵噼里啪啦巨响，
火花四溅，彻底击碎了野狼的神经，吓得狼群四散奔逃。徐老山长吐了一口气，这群狗东西，也就是老子有准备，不然今天咱们都得给他们当点心。王建军整个人瘫在干草堆上，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。七七在小九怀里小身板一抽一抽的，显然是被吓坏了。其他赶过来的知青也被吓了一跳。小九拍了拍他的后背，没事了，行了，继续走。当到知青点就被老知青给下马威，结果老知青只提2月挑大粪，我拿出1瓶二锅头加2斤卤肉，便轻松搞定4人工作。接上题，等到了知青点，天也彻底黑透了。看着2间破破烂烂的屋子，大家心都凉了半截。这就是知青点，男左女右，自己进去找地儿，明早5点上工，别睡死过去了。这能住人吗？能不能不住这？七七小声嘀咕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小九没有废话，径直走向左边那间屋子。刚进屋里，那股子混杂着汗臭、脚臭和霉味的暖气就扑面而来。大通铺上躺着4、5个男人同时坐了起来，那眼神就像几头饿狼看见了送上门的肥肉。特别是看到小九身后的七七姐妹，脸上挤出一股子猥琐劲儿。小九跨过一步挡住了七七。小子，挡到了！孙红歪着脖子，下巴朝小九点了点。刚来不懂事，在这大领屯吃清点，那是龙的盘着，是虎得握着。随着他这话音落下，铺上另外3个男知青也站了起来，把小九几人堵在了门口。你们想干啥？大家都是知青，知青也会先来后到。既然进了这个屋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今晚这俩女知青的陪个几个聊聊人生，给我们讲讲4、9城的新鲜事儿。至于你俩，以后到尿盆打洗脚水的活爆了。哦，徐大爷，这一嗓子把徐大山又喊了回来。谁呀？谁他妈喊魂呢？徐老山脸拉得比驴脸还长，可当他看见喊他的是小九时，那张脸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哟，小林大夫啊，咋了？这是徐大爷，这屋里有人要给我立规矩，他说以后到尿盆打洗脚水的活归我，还说要这2位女同志陪他们聊聊人生。我寻思着，这大领屯不是您说了算吗？什么时候轮到这位同志立规矩了？徐老山一听这话，脸当场就黑了。小九可是他认定的神医，怎么可能任人欺负？孙红是直属。孙红缩着脖子，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。误会都是误会，我们就跟新同志开个玩笑。玩笑？你跟你爹也这么开玩笑？我看你是皮痒了，还讲规矩？要不要老子给你讲讲规矩？从明天起，你去猪圈挑粪，连挑1个月，少一担，老子扣你全天工分。还有你们几个都跟着去，谁要是敢偷懒，这知青点也别住了，直接给老子滚去牛棚睡草窝。直属，这咋的？嫌少？那就2个月。小林大夫，这帮瘪犊子要是再敢炸刺，你就跟我说，在大领屯谁敢欺负你，那就是跟我徐老山过不去。谢了，徐大爷。客气啥？那啥，你先歇着，明个还得麻烦你再给我按带腿。没问题，建军，收拾一下，把这块地扫扫。哎，好嘞，小九哥，咱们弄点吃的吧。方晴，你去看看有没有锅，烧点热水。方晴应了一声，走向屋子中间那个用土砖垒起来的简易灶台前。干啥？这锅我们要用。你们不是刚吃完吗？锅里都是空的。空的也不行，我们要烧洗脚水。想用锅？行啊，拿东西来换。这是明摆着恶心人。虽然不敢动小九，但在这种生活琐事上卡一下，徐老山也管不着。这锅是公家的，凭什么要东西换？就凭这锅是我们背上山的，不给东西就别用。有本事你们自己编一口锅出来。妹妹，要不咱们给点吧？不给，凭什么惯着他们？不用跟他们废话。小九从包里掏摸出一个油条，随后一层层剥开，一股浓郁卤肉香瞬间在屋子里炸开了。这正是用张彪的那条黑狗做成的卤肉，为以后送人请准备的，香的屋里的人都咽口水。锅既然人家要用，那咱们就不用了。走，去哪儿？去徐大爷家，正好给徐大爷送点下酒菜，顺便在他家借个火，热热干粮。咋了？这是不是孙红那小逼崽子又给你们甩脸子了？你说句话，我现在就去知青院子把那小子的皮扒了。哪能啊，徐大爷，孙红同志挺热情的，就是知青点那口锅太忙了，大家都要用。我寻思着，咱们刚来，也不能跟老同志抢东西用，不懂规矩不是？正好手里有点下酒菜，就想着来您这儿蹭个火，顺便陪您喝2盅。这话说的滴水不漏，徐老山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小九是在给他留面子，没直接告状，但该说的一个字没落，心里已经给孙红记了一笔黑账。行，进，来就来，还带啥东西？见外了不是？嘴上这么说，眼睛却一直盯着那包肉。小九也没客气，带着3人进了屋。哎呀，来客人了。大娘好。哎呀，这孩子来就来呗，还带啥东西啊？多不好意思啊。那啥，老婆子，这是小林大夫刚来的知青，赶紧的把那肉切了，再炒2个鸡蛋。徐大娘抱着肉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放心吧，肯定给你们整得明明白白的。都坐，家里乱别嫌弃。小林啊，刚才那一手推拿，我是真服气，我这腿多少年了就没这么舒坦过。大爷，这病得养，以后我隔3差5给您按，再配点草药敷一敷，去跟不敢说，但保证让您阴天下雨不受罪。真的？徐老山眼睛一下子亮了，这老寒腿折磨了他10几年，要是能不受罪，让他干啥都行。我有把握。很快，徐大娘就把菜炒好端进了屋，大家都围坐在了桌前。吃，别客气。小九又从怀里掏出1瓶二锅头，这是从4、9城带的。来，徐大爷，我给你倒上。小九拧开瓶盖，一股纯正凛冽的酒香飘了出来，比徐老山那劣质烧刀子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大爷，您尝尝。徐老山端起酒盅，手都有点抖，先放在鼻子底下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一脸陶醉。
好酒，真是好酒啊，这味儿正。一杯酒下肚，几人都开始动筷，话匣子也彻底打开了。等到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小九也拉开了话题。徐大爷，明天早上5点上工，我这初来乍到的也不懂规矩，您看我这具体得干点啥活？小林啊，你这就外道了，你是大夫，是大领屯的宝贝疙瘩，让你去铲地、喂猪，那不是糟蹋东西吗？你的活我都想好了，咱们大队部旁边有个空屋子，以前是仓库，明个我就让人收拾出来，你就坐那儿给社员们看看病、把把脉，谁有个头疼脑热、跌打损伤的，你给治治，这就是你的活。工分按满劳力算，一天10个工分。果然，在这个年代，技术工种就是吃香，不用风吹日晒，不用累死累活，还能拿满工分。大爷，那他们几个呢？我这兄弟力气是有，但没干过农活。这俩女同志身子骨也弱，要是真去地里刨食，我怕他们撑不住。徐老山看了看王建军那身板，又看了看细皮嫩肉的方家姐妹，要是换了旁人，他早开骂了。但这是小九开口了，这事儿包我身上。这小子块头大，看着有把子力气，让他去大队部看仓库，顺便帮着磨坊推磨，活不累就是得熬点时间。王建军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得老大。看仓库那可是美差啊，不用下地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至于这俩女娃，徐老山沉吟片刻，屯子里的小学缺个老师，原来那个回城了，一直没补上，那个叫啥来着？方晴。对，方晴，看着挺机灵，识字吧？识字，我都高中毕业了。行，那就去小学教书，带那帮泥猴子，教几个字，别让他们当睁眼瞎就行。教书既体面又轻松，还能发挥特长，太好了。那我姐呢？徐老山看着七七，叹了口气，这姑娘看着傻乎乎的，一看就不像个能干活的料。要是去教书，估计能被那帮熊孩子给卖了。徐老山有点犯难。大爷，我那卫生室是不是也得有个打下手的，帮着熬药、打扫卫生、整理药材啥的？我一个人有时候忙不过来。哦，对呀，我咋没想到呢？那就给你当助手，就在卫生室待着，反正就在眼皮子底下，你也方便照应。我可以跟着小九。对，跟着他。太好了，有肉吃。小九用1瓶2锅头和2斤狗肉，不但解决了4个人的工作问题，还彻底拿下了大领屯的一把手。回至清点的路上，王建军脚底发飘，精神头亢奋的不行。小九哥，你太神了，看仓库啊，我做梦都不敢想。还有方晴去教书，七七给你当助手，咱们这哪是下乡啊，简直是来享福的。方晴看着小九的背影，眼神复杂。这个男人才来第1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那种运筹帷幄的感觉让他觉得无比安心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才刚开始。孙红那帮人今晚肯定没吃饭，明天早上好戏才开场。哟，回来了，八戒上植树了，了不起啊！别以为有薛老山撑腰就能在大领屯横着走，县官不如县官，咱们走着瞧。小九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自己的铺位前睡下。孙红气得牙根痒痒，却又不敢发作。等着吧，明天上工有你受的，老子就不信薛老山能天天盯着你。起来！哦，小九哥，这天也太冷了，不想第1天就被徐大爷杀鸡儆猴，就赶紧起。王建军一听徐大爷3个字，那股子想赖床的劲儿瞬间没了，赶紧起床换上棉衣，洗漱一番，跟着小九出了屋。方家姐妹正等在屋门口，两人今天也换上了厚棉衣，4人一起踩着积雪去了打鼓场上。打鼓场上已经稀稀拉拉站了不少社员。徐老山抬眼扫了他们一眼，老脸微微舒展了一些。董事，只要不迟到就是好同志。行了，不挡了，后面没来的，看来是还没睡饱，那就让他们多睡会儿，睡个够。等他们醒了，大壮你去通知一声。行，支书你说。让他们去北坡刨土，1人2分地，刨不完不许吃饭。北坡去刨土，那土冻得比石头还硬，那简直就是要把人往死里整。1天下来，腰得断，手得废。嘘，别说话，小心也罚你去刨土，谁让他们来被窝不起来的。幸亏听了小九哥的话，不然这会儿去北坡刨石的就有我了。大伙儿都静一静，今儿个有个大喜事要跟大伙宣布，咱们屯今年来了个宝贝，这位小林同志是新来的知青，但也是一位医生，以后咱们大领屯也有自己的卫生室了，大伙儿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不用再往公社跑了。人群瞬间炸了锅，社员们个个瞪大了眼睛，像是看西洋景似的盯着小九。支书，你没拿大伙儿开上吧？这就1毛头小子，能看病吗？就是啊，别是个2把刀，把人给治坏了。议论声四起，质疑、不屑、怀疑，在他意料之中。小九神色平静，站在那里任由众人打量。这种场面不需要他开口。都给老子闭嘴！咋了？老子的话都不信了？徐老山直接把自己的右腿亮了出来，用力在地上跺了2脚。大伙都知道我这腿是咋回事，那是当年跟野猪王拼命留下的老伤，一到阴天下雪，疼得我想拿刀剁了。但这几天你们看我这腿瘸了吗？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小林大夫给治的，人家就给我按了几下，那寒气就没了，腿也不疼了，比那公社卫生院的大夫强了100倍。我徐老山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但这小林大夫的手艺我服。你们不信他，还信不过我这条腿？这一番话掷地有声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徐老山那条腿就是最好的活招牌。社员们的眼神从怀疑变成了惊讶，再从惊讶变成了敬畏。哎呀，真是神医啊！看来咱们屯这回是捡到宝了。小林大夫，回头给我家那口子也看看病，他老腰疼。行了，看病的事儿以后再说，现在的任务是先把卫生室给支棱起来。正说着，孙红带着几个小弟打着哈欠走了过来。昨晚饿了半宿没睡着。哟，都在呢。支书，今儿个干啥活啊？周围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，一个个都沉默不语地盯着他们4人。孙红心顿感有点发毛。是支书。孙红，小兔崽子，睡得挺香啊。那啥，昨晚没睡好，起晚了。没睡好？哼，我看你是太闲了。既然你精力这么旺盛，那我就给你找点好活干。这几天你去北坡刨土，
以后茅坑也归你了。你带着你那几个小弟，再给我扫半年的厕所，少一天我就扣你1年的工分。陶土扫厕所还半年，支数不是2个月吗？咱们昨天不是说好的？说好。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老子说2个月是2个月，老子说半年就是半年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有意见也给老子憋着，再敢唧唧歪歪，老子让你扫1年。没意见，滚蛋！现在就去北坡刨土去。以后要是让老子看见茅坑里有一只蛆，你就别吃饭了。孙红连滚带爬的跑了，带着那几个同样面如土色的小弟，像是一群丧家之犬。行了，苍蝇赶走了，大伙儿听好了，今天的任务就是帮小林大夫把那个屋子收拾出来，那是咱们屯的卫生室，是给大伙儿救命的地方，都给我卖点力气。谁要是敢偷懒，别怪我徐老山翻脸不认人。好嘞，支书你就放心吧，咱们肯定给收拾的亮亮堂堂的。几十号人扛着扫帚，拿着抹布，热火朝天的朝屋子涌去。小九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极淡的弧度。第一步，站稳了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想不被人欺负，就得比别人更有价值，更狠。小九哥，这也太牛了！孙红那孙子这下彻底废了。这才刚开始。就在大伙把仓库刚打扫干净时，几个壮汉抬着个口吐白沫、身体不停抽动的中年男人闯了进来。不好啦，不好啦！林大夫，快给看看，刚才还在地里干活，突然就这样了。哟，是不是中邪了？我看王老二这几天就有点不对劲，肯定是撞客了。快去请跳大神的！都别吵吵，都散开！围这么死，想闷死他！村民们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。小九蹲下身，手伸进破棉袄的口袋，意念一动，从空间摸出了针灸盒，按住他，快按住！几个壮汉七手八脚地把人按在门板上。小九捏住王老二的下巴，2根手指快如闪电把堵住嗓子眼的舌头勾了出来，右手捻起银针扎在胸口的几处大穴上。村民们看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王老二，身体突然猛地一挺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巨大的吸气声。小九拔针，反手在他后背猛地一拍，王老二身子一歪，一口黑痰直接喷在了地上，甚至还能看见里面裹着的血块。王老二那紧绷的身体瞬间软了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生了，神医啊，真是神医啊！我的娘嘞，这就好了，刚才看着都要断气了。小林大夫这手艺绝了！我就说吧，这就是咱们屯的宝贝。没事了，抬回去睡一觉，这2天别让他干重活。谢谢小林大夫，谢谢救命恩人。王老二的家属跪在地上就要磕头，被小九一把拉住。行了，别整这些虚的。哇，好厉害，这就活了。不行，我也要帮忙，我是助手，我也能干活。七七看到地上那滩黑痰白沫，赶紧抓起旁边的一块抹布，急吼吼地冲了过去。我来擦擦。结果脚下扑了出去，还好小九眼疾手快，一把拎住了他的后脖领子。对不起。那边坐着，别动，别说话，看着就行。七七缩了缩脖子，乖乖地走到板凳前坐下，低着头，委屈巴巴地抠着手指头，像个被罚站的小学生。这姑娘当吉祥物还行，干活那是真要命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那是我小九哥4、9成来的神医，这点小毛病算啥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小九哥那是能起死回生的。以后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尽管来，别去公社花那冤枉钱。他这大嗓门一吆喝，原本还有点犹豫的村民们彻底动心了，这可是亲眼见证的本事啊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小林大夫，给我看看呗，我这老腰疼了10年了。小林大夫，我家娃老咳嗽，你给瞧瞧。还有我这牙疼的睡不着觉。呼啦一下，几十号人把小九那张刚打好的破桌子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一个接一个。一下午这破屋子里比过年还热闹。我成功救治第1位病人，得到所有村民们的信任，一整一天就把村里积压的老病号们清了一遍，还收到了村民们送来的各种物资谢礼。现在我在大岭屯的脚跟是彻底站稳了，接下来就是先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在那个充斥着各种味道的知青点，多待1秒都是一种折磨，而且也不方便把空间里的物资往外拿。七七，过来。哦，有活干吗？猜猜里面是什么？猜对了有奖。是吃的，我闻到了，甜味、奶味。想吃吗？叫声好听的。小九哥哥。小九心里真舒坦，慢条斯理地拨开糖纸，指了指自己的嘴。七七看着那白生生的奶糖，又看了看小九的手指，最终食欲战胜了羞耻心，微微张开红润的小嘴慢慢凑了过来。小九将奶糖塞进了他嘴里，七七眯起眼睛，一脸幸福地含着糖。好甜。哟，小林大夫忙着呢。徐老山看着这2人一副我都懂的表情，七七害羞地跑出了屋子。徐大爷正想找您呢，你这腿脚刚好点，您这怎么亲自来了？嗨，溜达溜达，顺便看看你这缺啥不？徐大爷尝尝这个。徐老山一看又是大前门，赶忙接过。说吧，小子，无事献殷勤，你要想干啥？徐大爷有个事儿想麻烦您，我想在屯子里盖2间房，搬出来住。盖房执行点是挤了点，但那是公社的规定。再说盖房可不是小事，木头、土坯、人工那都得要钱啊，而且宅基地这块不好批呀。钱我出，至于材料就需要你老帮忙了。还有帮忙盖房子的人，你看着帮我找找，钱肯定不会少。位置最好偏一点，靠山边上，清静点的。徐老山还是摇头，不好办。这要是开了口子，别的知青也闹着要盖房咋整？小九看着徐老山，这年头哪个知青会花钱盖房子？一看就是在等价码。事成之后，我给大队部捐100块钱，算是给小学修缮校舍的，给孩子们买点书本笔墨。多少？100现金。
100块一个壮劳力，在大岭屯干1年，满工分年底分红也就30-40块钱，这100块顶得上2-3个壮劳力不吃不喝干1年，而且这钱是捐给大队小学的，名正言顺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至于盖房子的材料，山上石头木头多的是，除了费点力气，不用花1分钱，土坯更是现成的。这大冬天的，地里没活，壮劳力都在家闲得发慌，给口饭吃，有的是人干，这买卖怎么算都划算。行，这事儿我应了。徐大爷，这事儿还没完。除了我那2间，我还得再盖1间。再盖1间给谁？给我兄弟王建军。他也盖房，这3间房子动静是不是有点大了？在这个年代，知青下乡那是来接受再教育的。一个人盖房还能说是为了方便治病救人，2个人盖房容易让人说闲话，搞不好还得扣个贪图享乐的帽子。大爷，建军是我兄弟，他为了陪我，才大老远从4-9城跑到这穷乡僻壤。我吃肉不能让他喝风，这房子必须盖，就在我家旁边，以后我俩互相有个照应，也省得他在知青点受那帮人的鸟气。话说到这份上，透着一股子江湖义气。徐老山年轻时也是最重义气之人。这小子倒是讲究，是个爷们，可盖3间房，这人工和伙食。小九笑着从空间摸出10张大团结。盖房期间来帮忙的社员管2顿饭，顿顿有油水，隔天有肉片，这开销的钱我全包。徐老山只觉得脑瓜顶上炸了个响雷，这年头过年都不敢这么吃。这条件要是放出去，全屯子的壮劳力不得打破头来抢着干。妥了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不过得有个说法，对外不能说是给你们盖的私宅，得说是卫生室扩建和仓库值班室，实际上归你俩住，懂不？姜还是老的辣，听您的。2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有个事儿跟你们说一声，我跟徐支书谈妥了，咱们搬出去住。搬出去？搬去哪？知青点不是规定必须住那儿吗？盖房。盖房？小九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得多少钱啊？2套，我1套，你1套，就在北山脚下。我也有。小九哥，这一套房得好几10块钱吧？我哪有钱啊？钱我已经给了100块，捐给大队小学，剩下的伙食费另算。小九哥，我不值得你花这么多钱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。少废话，以后干活勤快点，别给我丢人。喂，全体社员注意了！全体社员注意了！有个事儿宣布一下，为了改善咱们屯的医疗条件，大队决定对卫生室进行扩建。同时，为了保障集体财产安全，再盖3间仓库值班室，地点就在北山脚下。现在开始招工，要20个壮劳力，自带工具。徐老山顿了顿，酝酿了一下情绪。凡是来干活的，管2顿饭，顿顿有油水，隔天有肉片。想来的赶紧到大队部报名，先到先得。这一嗓子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颗深水炸弹。一时间，大岭屯的村道上全是奔跑的身影。快去，去晚了就没名额了，那可是肉啊！一时间，大队部被村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就是超能力的快乐。然而此时在寒风呼啸的北坡跑土的4人又冷又饿又累。管2顿饭，顿顿有油水，隔天有肉片。孙红盯着远处那冒着炊烟的村落，眼珠子红得像是要滴血。这房子肯定是给小九盖的，拿公家的地给自己盖私宅，他这是搞特殊，是吧？红哥，省吧，那是徐支书亲自批的，名义是卫生室扩建和值班室，全屯子的人都去报名了，你去告状吗？信不信徐老山能让你在这北坡刨一辈子土？那也不能让他这么欺负人。昨晚他还在想怎么给小九使绊子，结果人家转头就盖新房，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小丑，这种落差太难受了。欺负人，人家有钱有本事，还跟支书穿一条裤子，咱们有啥？除了在这喝西北风，连个屁都不是。孙红噎住了，他想反驳，却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这块地好啊，背风向阳，依山傍水，最关键是清静，离村里那帮碎嘴婆娘远，没人来打扰。确实不错，后面就是深山老林，以后从空间里拿点野味，弄点物资，往山里一钻再出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院子得大点，围墙起2米高，上面插上碎玻璃碴子，防君子不防小人，但这姿态得做足了。成，石头咱这山上多的是，让人去采就行，别说2米，我看3米都行，只要你舍得花钱，钱管够。小九哥，这木头咋样？直溜不？行，留着做大梁。小九哥哥，房子盖好了，我能过来吗？这儿比知青点大多了，还能看见山。可以。小九顺手在他那肉乎乎的脸颊上捏了一把。以后这院子的卫生归你，扫不干净没饭吃。扫地换吃饭，划算。成交，我扫地可干净了，保证连个蚂蚁都不留。放炮！徐老山吼了一嗓子，噼里啪啦2挂的鞭炮在雪地里炸。这就宣告了大岭屯第1座知青私宅正式动工。中午，小九从空间取出了1块肥肉和几根大棒骨，交给灶棚做饭几个妇女。大肥肉下锅那瞬间，肉香味就顺着风飘到了几公里外的地方。孙红几人正坐在冻土上啃着冷硬的窝窝头，瞬间就感觉肚子更饿了。我不干了！你干啥？你要造反？造反！红哥，我不傻，跟着你，除了挨冻受饿，还得被全屯子人戳脊梁骨。那边给肉吃，给油水喝，哪怕不给工分，让我喝口汤也行啊！老子不想在这啃冻土了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，撒丫子就跑。李强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一个叛徒！哥，那个，我去看看李强，别让他惹事儿。对，我也去看看，把他拉回来。我只是从空间拿出1块大肥肉和几根大棒骨做菜，就直接策反了孙红的小弟们。小林大夫，
我也能干活，我有力气，我不求别的，给口汤喝就行。周围的社员都停下筷子看着李强，有人想嘲讽两句，但被小九抬手制止。去拿碗。真的，我不养闲人，吃饱了去搬石头。李强眼圈一红，差点跪下，赶紧抓起一个碗打了一碗粉条，也不管它烫不烫，大口大口的往嘴里扒，感觉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饭。这就是权力的滋味，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掌握了资源就等于掌握了一切。孙红不过就是个连上桌资格都没有的跳梁小丑罢了。小九哥，刚才徐大爷跟我说，照这个进度，半个月就能完工，到时候咱们就能住新房了。半个月太久，告诉徐大爷再加10个人，工钱翻倍，我要10天之内住进去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喊。小九哥哥，这个骨头好香，你要不要尝尝？还行。七七脸一红，小九咬的是他刚砍过的地方。房子有了，人有了，威望也有了，接下来可以进山看看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是等下周的秒杀物品。中午大家吃得饱，下午干活大家也卖力，只是短短一下午就把这块荒地打好了地基。晚上徐老山也喝得有点高。小林啊，你放心，明天再加10个人手，保证给你在10天内盖出来。要是10天盖不完，我徐老山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徐大爷严重了，您这腿才好一些，别太操劳。工地那边还得麻烦您多费心盯着点，别让人偷工减料。钱不够您说话，钱管够，人管够，你就等着住新房吧。小九哥，今晚的菜真香，瞧你这点出息。以前在49城过年也没这么造啊。两人回到知青点，那股子乱七八糟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王建军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还打了个饱嗝，一股子肉味瞬间在狭小的屋子里弥漫开来。这对于啃了一天硬窝窝头的孙红来说，简直是折磨。凭什么这2个新来的能吃香喝辣？凭什么全屯子人都围着他们转？凭什么我就要在这里受冻挨饿，像条狗一样被人嫌弃？都是因为小九，只要这小子还在，我就永无出头之日。要是这小子没了呢？或者要是这小子身败名裂了呢？孙红的脑子里疯狂地转动着恶毒的念头，而念力全开的小九也注意到了孙红的一举一动。这个男人一直没睡觉，他的心跳很快，身体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兴奋，手一直插在怀里，紧紧攥着某个金属部件，带着杀意。哼，想玩阴的，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。这老畜生一大早就不安分。徐大爷，这么早？嗨，县里来了通知，又有一批新知青要下来，让我去接人。这回不去镇上，直接去县里火车站领人。好机会，看来是时候把空间里那些东西动一动了。徐大爷，搭个车，卫生室缺几样东西，还有酒精和纱布。镇上供销社断货了，我得去县里碰碰运气，顺便再添置点过冬的东西。徐老山吧嗒了2下嘴，视线在小九和那头老驴之间转了一圈，有点犹豫。小九又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，塞进徐老山手里。回来的时候我来赶车，成吧？徐老山把烟揣进怀里，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层皱巴巴的信纸和一支钢笔。把名字填上，这是介绍信。没这玩意儿，你在县里连个招待所都住不进。要是太晚了回不来，就在那住一宿。行。把他一个人留在卫生室不行，这傻妞连个炉子都生不利索，万一再把房子点了，或者被孙红那帮人钻了空子，麻烦。大爷，这丫头我也得带上，把她一个人扔这儿，我不放心。徐老山看了看傻乐呵的七七，叹了口气。这大林屯狼多肉少，这么个傻白甜留在这儿，确实是个祸害。带上吧，正好路上解个闷，当个吉祥物也行。别玩了，跟我去县城。去县城干嘛？有肉包子。我去，我要吃肉包子，3个不5个。小九没理会他的讨价还价，转身回去跟王建军交代了一声。10分钟后，3人便坐着驴车出发。徐大爷要去的松江县是怎么样的？松江县不比咱们那群山沟，那儿有火车站，有大厂子，还有专门给洋鬼子和华侨开的商店。听说那里面啥都能买着，巧克力、洋酒，甚至还有小轿车。华侨商店，这年头那可是个销金窟，也是个聚宝盆。空间里那堆小黄鱼和古董，正愁没地方消化。之前在49城，皇城脚下不好出手，这里天高皇帝远的正好。这一走，从日头刚冒尖走到了日头挂在头顶。到了，我去县阁交材料，还得去趟武装部，那是供销大楼，这一片最大的百货都在那。你们先去逛逛，缺啥买啥。下午3点，咱们在红星招待所门口碰头。两人到供销大楼买了一些五金和日杂用品，打包时小九顺便将空间物资混了一些进麻袋里，然后又一起去国营饭店准备吃一顿好的。不料邻桌却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。老三，你看那个小娘们儿长得真带劲。哥几个，我去借个火。去呗，看能不能把人给接过来。小混混嘿嘿一笑，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。哥们儿，借个火呗！嘴上说着借火，那双贼眼却肆无忌惮地往七七领口里钻。七七吓得往后缩了缩，本能地看向小九。我们没有火。哟呵，没火不要紧，这妹妹手挺热乎，给我暖暖就行。说着就要伸手去拉七七的手，小九一拧约定，小混混整个人失去了平衡，摔了个狗啃泥。周围的食客爆发出一阵呼啸。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咋还行上大礼了？喝多了吧？这是？这一跤摔的，听着都疼。2个同伴见状，呼啦一下冲了过来。老三，没事吧？你他妈敢阴我！小九立马将七七护到了身后。阴你！小九摊开双手，示意自己2手空空，神色平静的像是在看一场闹剧。这位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坐在这儿吃饭动都没动，你自己喝多了站不稳，这也能赖我？就是啊，人家小同志动都没动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自己脚底打滑，摔了个狗吃屎，这也太不讲理了！谁一跤就要动刀子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放屁！
老子说是你就是你，刚才明明有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，肯定是你小子搞的鬼。老三，别冲动，快把刀收起来，这是国营饭店，旁边就是派出所。其中一个同伴死死抱住他的腰，急得满头大汗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真伤人了，咱们都得吃花生米。滚开！今天老子非得给这小子放血，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小混混挣脱束缚，大吼着持刀冲了过来。小九没动，5米范围内尽在掌控中。就在念力即将发动的瞬间，他耳朵微不可察的动了动，一阵急促且沉重的脚步声正从饭店门口急速逼近。看来用不着脏了我的手了。不许动，把刀放下，立刻，马上！别开枪，别开枪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你大爷！光天化日持刀行凶，恐吓群众，你管这叫误会？哼！带走，回去好好审审。我看他身上背的事儿不少。同志，没伤着吧？小九摇摇头，适时的露出一点后怕的神色。我没事，就是这妹妹被吓坏了。多谢警察同志来得及时，不然今天这后果不堪设想。应该的，为人民服务。这几个人是这一片的惯犯，平时偷鸡摸狗，这次竟然敢动手。放心，他是赶上了好时候。这次进去，没个3年5载出不来。那就辛苦同志们了。这种害群之马，确实该好好教育。简单的笔录做完，警察押着人走了，饭店里又恢复了平静。没事了，还吃不吃？吃，还要吃肉段压压惊。这丫头心是真大。今天这事儿虽然是有惊无险，但以后这些事恐怕会遇到不少。看来空间里那批真理得找机会晒晒太阳了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光有钱是守不住财的。知青坐的火车趴窝了，本想找借口留宿一晚县里去黑市的小九，总算不用找借口了，接上了疑。两人吃完饭出了国营饭店，顺便给徐老山也打包了一份饭菜。小九准备先去药店抓点药，给自己补补这副虚弱的身体。呀，同志，买点啥？山楂丸还是甘草片？抓药。方子呢？没方子，我念，你抓。同志，药铺可不是供销社，要是3分毒，没大夫开的方子，我们这不敢乱抓，万一吃出个好歹，这责任谁担？我自己就是大夫。小九没废话，脑海中迅速调出针对自己这具身体的调理方案：制附子30克，干姜45克，制甘草60克，人参15克。停！我说这位小同志，你这是在哪抄的偏方，还是让人给忽悠了？附子30克，那可是大毒；干姜45克，这不得把人烧死？这方子要是能吃，我把这柜台吃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捣乱。你这人咋说话呢？小九哥哥是大夫，比你厉害多了。再废话，我就拿肉包子砸你。哎，干啥？还要动手是吧？小九伸手把包子按回七七手里，留着吃，别浪费粮食。他把七七拉回身后，重新看向那个伙计，脸上没有半点被冒犯的恼怒，反而透着股子让人看不透的平静。四逆汤，回阳救逆第1方。你说我这方子是虎狼药啊？寻常人用附子确实只敢用5克、10克，那是庸医怕担责，宁可治不好，不可治死人。但我这方子是给先天亏空、寒邪入骨的人用的，比如我这种，不用重剂，何以破阴回阳？所谓的毒，在对症的人身上就是救命的仙丹，懂吗？最后2个字轻飘飘的，却像2记耳光扇在伙计脸上。伙计张着嘴，半天没憋出一个字。好一个不用重剂，何以破阴回阳？一个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出来。内堂走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，正是松江县中医界的泰斗陈老。陈老，您怎么出来了？这小子，住口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陈老视线直勾勾地盯着小九，那双有些浑浊的老眼里闪着金光。后生，刚才那方子是你自己开的？略懂皮毛，让老先生见笑了。皮毛能把四逆汤用到这个份上，还敢说只是皮毛？这方子里除了那3味主药，你还加了人参？是加人参，是为了固脱。这副药是给我自己配的，我这身子底子太薄，阳气一散，光回阳不够，还得把这口气吊住。但这人参的用量也有讲究，多了助火结阴，少了力不从心。15克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借着干姜的事，把气补在命门上。妙啊！我之前遇到个病人，也是寒邪入骨，用了四逆汤，效果总是不显，反倒让人更加虚弱。原来是少了这一味吊气的人参。陈老像是个求知若渴的学生，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一把拉住小九的袖子。来，小友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我这还有个疑难杂症，困扰我大半个月了，你给参谋参谋。陈老拉着他到柜台前递过一张病案，小九扫了一眼道：真寒假热，引火归元。哦。高人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小友刚才说的方子吗？抓药，附子30克，1克都不能少。要是称不准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是，这就抓。等到药包好后，陈老死活不收钱，还转身跑进内堂，捧出个红布包塞进小九手里。这是100年的野山参须，虽然只是些边角料，但也够吊命用的。我看你这身子确实亏空的厉害，光靠那副药怕是不够劲，加上这点参须，效果能翻倍。拿着。这东西在后世是按克卖的黄金，在这个年代更是有价无市的救命宝贝。这老头是个讲究人，多谢。日后若有疑难，可去大岭屯找我。大岭屯好，改日一定登门讨教。小九哥哥，这个树根好吃吗？这女娃子有点意思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比肉包子金贵多了。七七一听比肉包子还金贵，眼睛更亮了。那肯定是绝世美味。小九无奈地把参须揣进怀里，拍了拍七七的脑袋。这不是吃的，是药。哦。大岭屯好啊，县里那位大领导的怪病，或许这小子真能有办法。
徐大爷，哎呀，我的祖宗可算回来了。老头一脸的苦瓜相，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写满了倒霉俩字。出岔子了，刚去打听知青为什么没有到，结果说是铁路那边出了故障，知青专列趴窝在半道上了。原本今天就能到，现在得明天上午才能进站。这老天也是不开眼啊！这一耽搁，咱们三德在县里住一宿，住宿费、伙食费，还得给这老驴弄草料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大队里的经费都是有数的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。这一晚上的额外开销，够徐老山心疼半个月睡不着觉。住一宿，这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原本还琢磨着怎么找借口在县城留宿，好去探探那传说中的黑市，把空间里那堆东西倒腾一下。现在好了，理由现成的还是不可抗力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徐大爷，别愁了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这天寒地冻的，不吃饱哪有力气接人？小九拿出打包的饭菜递给徐老山，还是热乎的，一股子霸道的肉香味顺着油脂缝隙钻了出来。这是中午在饭店剩下的半盘红烧肉，还有几个肉包子，我看没动过几筷子，扔了可惜，就打包带回来了。哦。其实他是给徐老山特意留的，第一次跟人出门总得表示一下。红烧肉、肉包子，自己在大岭屯1年到头也见不着几次荤腥，这小九一来那是顿顿有肉，这日子过得比地主老财还滋润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！嘴上客气，手却把油纸包攥得死紧，刚才那股子颓丧劲一扫而空。有了肉，住一晚算个啥？天塌下来有肉顶着。同志住宿。徐老山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皱巴巴的介绍信。大岭屯来接知青的，几个人？3个。同志给开1间房就行，我们要个大点的通铺，挤一挤暖和。能省则省，这年头出门在外，几个大老爷们挤1间房是常态，省钱才是硬道理。没通铺了，只有标准间，1张床的那种。要想住，得开3间。3间那得多少钱啊？不行，太贵了。同志，你再给看看有没有柴房或者……去，当这是大车店呢？大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那眼神跟看叫花子差不多。爱住不住，不住拉倒，后面排队的还多着呢。别挡道！徐老山被噎得满脸通红，想发火又不敢。人家是国营单位的职工，他一个村支书在人家眼里就是个土包子。开3间。小九掏出几张大团结和1沓通用粮票拍在柜台上，这粮票可是硬通货，比钱还好使。大妈脸上瞬间堆满了笑。哎呀，这位小同志，刚才是我眼拙，有房刚好空出来3间干部房，在2楼，安静，还带暖气片。徐老山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嘴唇哆嗦了2下。小林，这也太破费了，3间干部房啊，这一晚上得花多少冤枉钱？这败家孩子，出门在外休息好最重要，要把编的清静点的。没问题，201、202、203都在2楼东头，窗户外面就是后街，绝对清静。徐大爷，您住201。造孽啊，太奢侈了。你住202。小九哥哥，我不跟你住吗？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一个人住1间房，他心里发毛。不可以，孤男寡女住1间房，那是给自己找不痛快。更重要的是，今晚他有行动，带着个拖油瓶不方便。自己住1间，把门锁好，记住进屋就把插销插上，不管谁敲门，只要不是我喊你，都不许开，听懂了吗？哦，听懂了。徐大爷敲门也不开吗？不开。那要是送好吃的来呢？也不开哦。等七七进屋响起插门栓的声音，小九才进了203。等到夜幕降临，小九便拿出了那张捂脸面具敷在了脸上。完美，这样子一看就是刚从号子里放出来的老混子。出发去黑市。小九为了去黑市出货，从空间拿出捂脸面具改头换面，再拿出一捆麻绳，将一头死死系在窗框上，然后动作笨拙地翻出了招待所的窗子，在七拐八绕地进了黑市后，径直走到最里面那挂着大红灯笼的门前，门口站着4个彪形大汉。止步，朋友，前面是贵宾室，3客免进。贵宾。小九伸手入怀，4个大汉的手瞬间摸向后腰，气氛一下子紧绷到了极点。小九慢慢从怀里摸出根小黄鱼，露出一角。这够硬吗？能请。小九进入屋内，屋里很热，正中间的太师椅上坐着满脸横肉的光头，左脸颊上一道蜈蚣似的刀疤显得狰狞可怖。此人正是黑市的掌舵人黑熊。兄弟面生啊！兄弟，你能进这里，看来身上有硬货，拿出来瞧瞧吧。小九慢慢把手伸进怀里，黑熊肌肉瞬间绷紧盯着小九，然而下一秒，小九的手从怀里抽了出来，手里是一把造型奇特、泛着蓝光的14式手枪，这玩意儿也代表着主人的背景不一般。小九把枪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没说话。敢在我黑熊面前亮家伙的人，坟头草都及你高了，这小子太稳了。兄弟是个痛快人，来坐。小九也没客气，坐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电包，慢条斯理的点开，里面是10根小黄鱼。黑熊咽了咽口水，他这辈子见过不少金子，但像这样成色十足、一点杂质都没有的极品还是第一次见，还一出手就是10根。他伸出微微发抖的手，拿起一根便舔了一口。哦，成色十足，兄弟，这货我全吃了。黑熊眼底的贪婪是藏都藏不住。你也知道，现在风声紧，这东西不好出手，上面查得严。别跟我哭穷，市价的1.2倍，我要现钱，还要票或者是物资，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1.2倍，兄弟，你这口张的有点大，我也得担风险，也要养活手底下这帮兄弟，这价格我给不了。话音刚落，刚才门口那4个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按在腰间，把小九围在了中间。小九连头都没回，看着黑熊，就像是在看正在表演的小丑。就在刚才，神级医术的感知已经把黑熊扫了个通透。左肺腋下3寸，贯穿伤。
兄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身体硬朗的很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胡话。小九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。硬朗，每逢阴雨天，胸口就像是被火烧一样疼，吸一口气都像吞刀子。每天凌晨3点准时被憋醒，只能坐着喘气，躺都躺不下。这半年你找了不少大夫，吃了不少药，有用吗？这伤是我早年跟人火拼留下的，子弹打穿了肺叶，这事儿只有我最亲信的几个心腹知道。这小子怎么可能一眼就看成？我是个卖金子的，也是个大夫。你这伤肺筋受损，寒气淤积，已经伤了心脉，如果不治，最多3年，神仙难救。好家伙，既有硬通货，又有硬家伙，还能一眼看穿我的隐疾，这种人绝对不能得罪，还得供着，都他妈滚出去！没点眼力见的东西！保镖们面面相觑，灰溜溜的退了出去。黑熊走到小九面前，双手抱拳，腰弯成了90度，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。刚才是我黑熊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先生，这小黄鱼我收1.2倍，1分不少。只要能救命，别说1.2倍，就是2倍他也给。黑熊转身走到墙角的保险柜前，从里面捧出一叠叠崭新的大团结，还有一沓厚厚的票据。这是2000块，还有500张各类票据，多出来的算是我给先生的赔礼。等下我亲自带先生去仓库，只要您看得上眼的，随便拿，算我孝敬的。小九扫了一眼那堆大团结，手腕一翻，指尖多了一根银针。坐下。黑熊心中狂喜，立马坐下，忍着点。话音未落，银针准确无误地扎进了黑熊的中府穴。紧接着，小九的手指在针尾上轻轻一弹，一股微弱的念力顺着银针钻进了黑熊的体。黑熊闷哼一声，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喉咙里一阵发痒，下一秒一口黑色的浓痰混着血丝吐进了痰盂里。舒服顺畅，胸口压了好几年的大石消失了。神医啊，先生，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黑熊连忙从抽屉里摸出2条特供的大苦瓜，还有2瓶茅台，塞进小九怀里。先生，这点心意您拿着，以后在松江县，不管什么事，提我黑熊好使。小九没拒绝，身死如灰，手里的东西连同桌上的那堆钱和票据，瞬间凭空消失。黑熊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但他不敢问，更不敢多嘴。高人嘛，有点手段，那才叫高人。这更坐实了小九深不可测的背景。走吧，去仓库，我有不少东西要置办。您这边请。都是些好东西啊，我的都是我的，只是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呢？这些粮食我要了，没问题，先生看上啥尽管拿，我这就让人给您搬出去。搬出去容易，运进屯子难。我是个知青，在大岭屯插队，这么多东西，要是我就这么扛回去，明天公社就得来人查我。黑熊愣了一下，他是个粗人，平时只管黑吃黑，收保护费，哪想过这些弯弯绕？但他不傻。那先生的意思是借你的车用用，你们黑市往外送货总有路子吧？找辆卡车挂靠在县运输队或者供销社名下，每隔半个月往大岭屯送一次货。至于是以什么名义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手续要做全，单据要盖章，红皮白心，懂吗？懂，太懂了，这事儿好办，放心吧，林大夫，车辆运输，单据盖章，我保证帮您弄得明明白白。简直是送上门的人情。黑熊正愁怎么跟这位神医套近乎，只要这送货的线不断，他和小九的关系就断不了。成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过2天你让人拉一车水泥和红砖，顺便带500斤大米、2桶豆油送到大岭屯大队部，钱等下给你。哎呦，先生您这就见外了，这点东西值几个钱，算我孝敬您的。您要是给钱，那就是打我黑熊的脸。小九没跟他争，人情这东西你来我往才长久，反正这人情最后还是得用医术还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今天的治疗还没完。小九手腕一翻，银针再次出现，这次扎入了黑熊的膻中穴。这次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剧痛，而是一股清凉的气息顺着针尖流遍全身。这针能压住你7天的痛，7天后那股气会散，到时候要是没续上，疼的会比以前更厉害。这就是钩子，把命攥在手里，比什么江湖道义都好使。黑熊浑身一激灵，刚才那点舒坦劲儿瞬间化作了敬畏，立马跪在地上磕了一个。先生放心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爹，您只拿我打呢。这送货的事儿要是出了半点差错，我提头来见。从黑市出来，拒绝了黑熊派人护送的提议，手里提着个麻袋，里面装着些做样子的杂物。刚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，脑海中那张无形的念力网就感应到了有人跟在他身后。呵，这黑市里果然什么鸟都有。前脚刚被黑熊尊敬的请出来，后脚就有不长眼的想来黑吃黑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，正好试试这念力的实战效果。小九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将人引到了前方的死胡同里。就是这儿了，嘎人越货的好地方。3米、2米。人呢？刚才明明看见人进来了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找我？谁？就这水平也敢出来学人家黑吃黑，业务能力太差。既然想抢别人，就要做好被别人抢的准备，这叫礼尚往来。钢口不错，留着削苹果。23块5毛，几张粮票、布票，2张工业券，就这些，真是穷瘪。小九又在那人身上摸索了一遍，确定没有遗漏后，站起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至于这人是死是活，也跟他没关系了。
本周商品已刷新。刚处理完小混混的小九，意识就收到了物品刷新的通知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沉入了意识空间。第一件物品：初级基因药剂，全方位重塑肉身，剔除杂质，脱胎换骨，过程极度酸爽，请自备咬木。第二件物品：6味地黄丸加强版，滋阴补肾，填精益髓，男人加油站，神用神知道。系统，我只是营养不良，不是肾亏，这玩意儿给我有什么用？第三件物品：一亩良田，自带恒温光照，作物生长速度诚实，可种植任意植物。哦，这才是真正的硬通货，全秒。这玩意用着酸爽，看来我得去找个藏身的好地方使用此药剂。就是这里了。酸爽，这好像也没啥感觉啊。只是下一秒，那股液体滑入胃袋的瞬间，仿佛化作了一团滚烫的铁水，顺着血管疯狂乱窜，不是那种皮肉伤的疼，而是从骨髓深处炸开的剧痛。小九死死咬着人端，指甲深深抠进冻硬的泥地里。不能叫，这地方虽然偏僻，但也不是绝对安全。只要不死，这点疼算个屁。时间被拉得无限漫长，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块被扔进炼钢炉里的废铁，反复断补，反复重复。意识开始模糊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股肆虐的洪流终于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和充盈，一股无形的力量覆盖全身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皮肤从那种病态的惨白变成了温润光泽，坚韧的像削制好的上等牛皮。哦，必须得试试。小九看了看旁边废弃的石磨盘，少说也有300-400斤重，就你了。去。厉害啊！这念力简直是人形起重机，现在延伸范围扩大到了40米，太好了！小九心情大好，把注意力转向系统空间。还有一亩良田，让我来试试。他将在供销社买的几个土豆扔了进去，意念中就能感知到那土豆正在疯狂汲取养分，那股子生机勃勃的劲头简直吓人。10倍生长速度，这就意味着外面种1季庄稼，这里能收10季，而且空间恒温，不用看老天爷脸色。以后要是搞点人参种子、灵芝包子什么的种进去，那就是个聚宝盆。嘿嘿。收拾妥当，小九照原路回了招待所，正好是凌晨3点，他躺上床，手里多了个棕色的小瓷瓶。6味地黄丸，好东西可不能浪费。这年头，中年男人谁没点难言之隐？只要把这包装换，贴个宫廷秘方或祖传神药啥的标签，那就是送礼的核武器。小林啊，这一宿睡得挺好，怎么感觉你这一觉醒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嘿嘿，招待所暖气足，睡得踏实。这时，七七也迷迷糊糊的从202走了出来。小九哥哥，早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像是看见了什么稀罕物呀！小九哥哥，你怎么变好看了？皮肤比我还白，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。那是小林大夫本来就俊，这一收拾比画报上的人还精神。走了，接人，龟屯子。这火车也是，说是上午到，这都快晌午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3人早早的就过来火车站，结果等了3-4小时都不见车进站。小九从空间抓了一把大白兔奶糖，剥开一颗直接扔嘴里。七七鼻子灵得跟小狗似的，瞬间锁定目标，那双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九的手，喉咙明显动了一下。张嘴啊！糖快入口，小丫头的眼睛瞬间弯成了月牙。还要吃多了烂牙。说完，他抓了4-5颗递给徐老山。大爷，含一颗顶饿。哎呦，这金贵东西。徐老山也没客气，接过来剥了一颗塞嘴里，那股甜味一直钻到心窝里。带这小子出来是真带对了。来了！很快，出站口的大铁门拉开，人潮涌动。大灵屯，去大灵屯插队的知青这儿。听到大灵屯3个字，7-8个年轻人走了过来，那穿着格外显眼，特别是为首的男子，那副大院子弟的派头拿捏得死死的。是分到大灵屯的知青吧？我是支书徐老山。钟建国上下打量了一番徐老山，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一下。你就是支书，车呢？车在车马店存着呢，离这不远，咱得走2步过去。走吧，带路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到了车马店。当钟建国看到那辆铺着干草的破驴车时，脸瞬间黑了。徐支书，你就让我们坐这个回去，这是对知识青年的不尊重。我们是来建设农村的，不是来受罪的。这车又脏又臭，怎么做人？就是啊，这大冷天的，坐这敞篷车不得冻死。我看别的公社都有拖拉机接，咱们大岭屯怎么这么落后？徐老山脸上的笑收敛了几分。同志，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，咱们屯子穷，没有拖拉机，这驴车还是大队里唯一的公产，平时拉粪都舍不得用，今天特意给铺了草。不行，你去给县里打电话，或者找公社，必须派辆卡车来。我们这么多行李，这破驴车根本拉不下。正说着，钟建国的视线突然定格在一直靠在车边的小九身上，准确的说是定格在小九那件大衣上，是同款。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钟建国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。一个乡下土包子，凭什么穿得比我还好？你是谁？哪个单位的？你一个老百姓，从哪弄来的？是不是投机倒把搞来的黑货？这话一出，周围瞬间安静了。在这个年代，投机倒把可是大帽子，扣实了是要吃牢饭的。可小九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大爷，走不走？再不走回去，天就要黑了。彻彻底底的无视。钟建国感觉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那种被轻视的羞辱感让他脸涨得通。我问你话呢，你什么态度？有病去治。这人力气这么大的吗？这位小同志，别误会了，这是咱们屯的小林大夫，也是知青，比你们早来几天。这衣服是他在供销社买的，手续齐全。
这驴车我不坐，今天必须派车来。小九翻身上车，从徐老山手里接过鞭子。大爷，上车，我答应过，回去我赶车。徐老山嘿嘿一笑，麻利的爬上去，顺手把还在发呆的七七也拽了上来。车太小，拉不动这么多人，行李放车上，人跟着走，或者人上车，行李扔这儿，2选1。你故意找茬是吧？小九完全不在乎钟建国的气急败坏。不想走，那行，你们就住这吧，反正我们先走了。驾！哎，等等，我们放行李，我们走着。几个知青赶紧把行李往车上扔，跟在车后面小跑。钟建国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渐行渐远的驴车，脸黑得像玻璃。这哪是下马威啊，这简直就是把他的脸往地上踩。钟哥，咋办啊？走。钟建国咬牙切齿，把那个死沉的皮箱往车上一扔，两手空空的跟了上去。驴车走得不快，但对于后面跟着走的人来说，这速度正好能把人累个半死。没走2里地，这帮新知青就累得呼哧带喘。钟建国也没了刚才那股子傲气，但嘴也没闲着。同志们，咱们这是在进行长征式的拉练，这是对我们革命意志的考验，不像某些人贪图享乐，脱离群众，坐在车上当老爷。几个累得快瘫倒的女知青听了这话，看小九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怨气。想搞孤立，想拉仇恨，格局小了。小九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，里面是昨天在饭店顺手买的烧鸡，此时还热气腾腾的，撕下一条肥嫩的鸡腿递给七七吃。哇，鸡腿！他一把抓过来，狠狠咬了一大口，油水顺着嘴角流下来，在寒风中散发出致命的诱惑。后面的知青队伍响起了一片整齐的肚子叫声。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小九又撕下一块鸡胸肉，递给旁边的徐老山。大爷，垫吧垫吧。香，这味正，跟着小林大夫就是有口福。小九，你给我等着！到了大林屯，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。回途路上再遇狼群，小九三鞭子就起头狼，2只老鼠碰头，竟然想搞小动作。接上集，驴车又行驶了将近1个小时，小九将驴车停在了一处被封的山坳口，原地休整，半小时后出发。想吃饭的抓紧，想撒尿的滚远点，过10步后。话音刚落，身后那帮早已累到极限的知青们纷纷瘫倒在雪地上。水有没有水？水都冻实了，啃干粮吧。钟建国从怀里摸出个硬得像石头的玉米窝头，狠狠咬了一口，他立马捂着腮帮子，疼得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小九哥哥，喝水。七七献宝似的把小九的军用水壶递过来，小九仰头灌了一口，这一幕让坐地上的人看得眼热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比我们先来吗？摆谱给谁看？咋了？这是？狼是狼，别叫！徐老山厉喝一声，车座底下抽出那杆单管猎枪，都别乱跑，往车这边靠。徐老山端着枪，浑浊的老眼里金光四射，死死盯着左侧那片茂密的灌木丛。知青们连滚带爬的往驴车这边跑，就属钟建国跑得最快。救命！徐支书救命啊！小九的念力扩散开，感应到4道灰色的影子正压低身子，借着灌木丛的掩护包抄过来，是4只成年的野狼来了。哈！钟建国下意识地喊了一声，但下一秒他的叫好声就卡在了喉咙里。这是单管猎枪，打完1发必须退壳再装填。剩下3头狼已经扑了过来，一头扑向正在低头装弹的徐老山，另外2只扑向车上七七和小九。小林，躲开！3米、2米，就是现在！只听见啪啪啪3声后，3头狼的头发发出自落声，飞出去4、5米，落入极死。洁白的雪地被染得鲜红刺眼，所有人的呼吸声仿佛都停滞了，张大嘴望着地上的狼尸。这是人干的事儿，我打了一辈子猎，见过用枪的，用刀的，甚至见过用套索的，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坐着不动，用一根赶驴的鞭子把3只恶狼给活活抽死的。这是什么力道？这是什么准头？如果说之前是看中小九的医术和财力，那现在就是对强者的绝对服从。解决！小九语气平淡的就像刚才只是拍死了3只苍蝇，转过头扫过那些还瘫在地上的知青们，最后目光定格在裤子湿了一大片的钟建国身上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。这就是你们的革命意志？这也太强了！这一刻，钟建国心里那点所谓的傲气被这3鞭子抽得粉碎。徐大爷，这皮子不错，包了能做几副护膝。剩下的肉炖了，给大伙儿补油水。好嘞，都别愣着了，不想冻死的，过来帮忙拖狼。今晚到了屯子，咱们吃狼肉。小九重新坐回车上，这3鞭子打的不仅是狼，更是大岭屯未来的规矩。在这里以后，他就是规矩。驴车回到大岭屯，村民们就围了上来。我的娘哩，这哪是狼啊，这是牛犊子吧？这得有100多斤吧？这是把狼窝给断了。都瞅瞅，都开眼，这就是那吃人的畜生。咱们小林大夫手里那鞭子啪啪3下，直接给这帮畜生开了瓢，那是真正的神鞭。人群瞬间炸了锅，3鞭子抽死3只狼，这哪是大夫啊，简直是阎王爷那个级别的。这么多人在，是一个好机会，一个立威同时还能填饱肚子的机会。乡亲们，同志们，钟建国摆出一副做报告的架势，官腔拿捏得死死的。我们是响应号召，来大岭屯建设新农村的知识青年。虽然路途艰辛，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。这些狼是在咱们大岭屯的地界上拿的，那就是集体的财产，是我们大队全体社员的共同财富。为了体现公平，我建议把这些肉交公，由大队食堂统一分配，人人有份，让我们在革命的友谊中共享这份胜利的果实。一番话说的那是慷慨激昂，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是啊，见者有份嘛。这么多肉，小林大夫一个人也吃不完啊，放坏了多可惜。这新来的知青说的也有道理，毕竟是在集体的地界上。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钟建国嘴角上扬，挑衅的看向小九：“小子，跟我斗！我用大乙这顶帽子压死你！只要你敢说个不字，就是破坏团结，就是个坏分子！”放你娘的罗圈屁！
徐支书，你怎么骂人？注意素质！素质？我呸！大灵屯的规矩，谁打的猎物归谁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点儿。天王老子来了也改不了，这是小林大夫拿命换来的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还叫功，还人人有份，你想屁吃呢？刚才狼群扑上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冲上去跟狼讲集体主义？你怎么不跟狼谈奉献？哼！躲在车轱辘后面尿裤子的时候，我看你咋没这么大能耐呢？尿裤子了，这么大个小伙子吓尿了。就这还谈革命意志，还想分肉，丢不丢人呢？村民们的笑声朴实而刺耳，杀伤力极大。钟建国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。你这是山头主义，是包庇！我要去公社告你！哼，告去，老子等着，不去你是孙子。小九甚至都没看钟建国一眼，仿佛那只是一团空气。建军，小九哥在呢，包皮就在这儿，支起大锅炖了。今儿个高兴，凡是大岭屯的老少爷们，还有知青点的老知青，都回家拿碗筷。这肉我请大伙吃。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目光终于扫过那群面如死灰的新知青。至于新来的同志们，既然你们觉悟那么高，那就继续啃窝头吧。毕竟吃肉是享乐主义，会腐蚀你们的革命意志。杀人诛心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差别待遇。村民们欢呼雀跃，刚才那点想占便宜的小心思瞬间烟消云散。很快，一口直径1米的大铁锅架了起来，大块大块的狼肉被扔进锅里，加上各种大料煮的咕嘟咕嘟冒泡，整个屯子都飘着肉香味。太欺负人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！女知青们一边啃着比石头还硬的窝头，一边抹着泪。钟建国死死盯着小九，手里的干粮被他捏碎。小九，这事儿没完！哥们，想整死他吗？孙红从怀里摸出半块饼子递了过去。我也恨他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钟建国看着那块脏兮兮的饼子，又看了看远处的小九，接过了那块饼子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哟，2只躲在阴沟里的老鼠已经碰头了，抱团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收拾太麻烦，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送走，才叫痛快。走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钟哥，这口气你能咽下去？那姓林的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不过就是会两手三脚猫的本事，咱们可都知识青年，还能让他骑在脖子上拉屎？咽下去！我在大院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谁见了我不得叫一声建国哥，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把我脸皮扒下来往泥里踩。这事儿要是算了，我钟建国3个字到这写。这就对了，我有一招，我跟你说，和你新修那3间房，薛老山对外说是给卫生室扩建的，还要搞个什么值班室，但谁心里没数，那不就是给小九他们几个盖的私宅吗？一个插队知青不住集体宿舍，非要自己盖房单住，这就是搞独立王国，这是严重的脱离集体，是搞特权。还有今天这车狼肉，这是集体财产，理应归公。他小九凭什么一句话就给分了，还专门不给咱们新知青分？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用小恩小惠腐蚀贫下中农，这是拉帮结派，破坏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权威。再往深了说，还那些买肉买糖的钱和票是从哪来的？咱们给他扣一个来路不明甚至投机倒把的帽子，谁敢替他担保？钟建国猛地抬起头，那张因为嫉妒和愤怒而扭曲的脸，竟显出几分亢奋的红晕。独立王国，破坏支部领导，投机倒把，绝！孙红，你小子行啊，就这么办？今晚回去我就写材料，连夜写，把这些事儿全都列出来，还要加上一条：这人思想落后，利用医术收买人心。那必须的。明天一早你去把信寄出去，这信一到，小九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，到时候这大岭屯的风向就得变，咱们才是这儿的主人。徐老山那个老糊涂蛋要是敢拦着，连他一块儿办了。孙红和钟建国想合谋搞事情，晚上我直接给他们加餐送惊喜。接上题，小九通过念力听到2人的谈话后，嘴角扬了扬。独立王国，腐蚀群众，好大一顶帽子，还想办了徐老山，这俩货不去写大字报，真是屈了才。但这脑子也确实是让门挤了，在大岭屯跟徐老山对着干，还想告全村人的状，不知道这天高皇帝远，徐老山就是这儿的天吗？钟大知青，这可是你自己把脖子伸进套里的。小林啊，徐老山压低了嗓门，用下巴点了点知青点那边的方向。今晚睡觉警醒着点。俗话说得好，雄生奸计，父长良心。你今儿个露了脸，又露了腹，还没给那帮生瓜蛋子留面子。那2只红的眼的兔子未必能咽下这口气。要是晚上听见啥动静，别客气，直接拿大耳刮子抽。出了事儿，大爷给你兜着。在大岭屯这1亩3分地上，老子说了算。这老头看着粗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小九心里一暖，在这个复杂的年代，能有这么个护犊子的长辈罩着，确实省了不少心。大爷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，几只躲在阴沟里的耗子而已，掀不起多大风浪。您早点歇着，明天还得领着大伙上工呢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吃饱喝足，打谷场上社员们也纷纷散去，小九也领着王建军和方家姐妹往回走。好饱，小九哥哥，明天还有狼肉吃吗？吃，就知道吃。你是猪吗？猪怎么了？猪有肉吃多幸福。七七理直气壮的顶嘴，把方晴噎得直翻白眼。小九听着这对活宝斗嘴，心情不错。凌晨2点，大岭屯彻底陷入了沉睡。然而知青点里还有2人没睡时，钟建国紧了紧贴身衣服里那举报小九写的小作文，心里忍不住的兴奋。既然不想睡，那就都别睡。小九心念一动，电力在屋子的房梁上团乱团吧。钟大知青晚上应该没吃饱吧？一声闷响，正在张嘴喂的钟建国猛地瞪大了眼睛，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落进了嘴里，一股子奇怪的味道在嘴里弥漫开来。这剧烈的动静瞬间惊醒了其他睡着的人。干啥啊？大半夜的诈尸啊！有病吧钟建国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被吵醒的知青们一个个怒火中烧，几只臭鞋底直接砸在钟建国的后背上。我不，我嘴里有东西，天上掉屎了。
旁边的孙红也被吵醒了，看着钟建国那副满嘴黑泥的狼狈样，一脸的不耐烦和嫌弃。钟哥，你是不是饿迷糊了？做梦啃图呢？钟建国刚想骂人，突然觉得后背一凉。不对啊，外面没下雨，房顶也没漏啊，哪来的东西还能拐着弯精准掉嘴里？这大领臀也太邪门了吧！然而骂完钟建国的孙红翻身想要接着睡，突然盖在身上的那床破棉被开始收紧缠住了身体，越收越紧，死死的勒住了他的四肢。紧接着，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狠狠地压了下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既然喜欢玩阴的，那就让你玩个够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铁手死死卡住，发不出声音，手脚也像被钢钉钉在了炕上，根本抬不起来分毫。那种窒息感真实的让人绝望，眼前开始冒金星，黑暗中仿佛能看到无数阿飘在冲他笑。极致的恐惧击穿了孙红的心理防线，他拼命的蹬腿，眼珠子暴突，脸色从红变紫，又从紫变黑，最后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裤裆流了出来。刚吐完的钟建国转头正好看见了孙红那副翻白眼的样子。鬼，有鬼呀！屋里的灯瞬间亮了，知青们全都坐了起来，一脸惊恐的看着这边。大半夜的叫魂呢，不想睡滚出去！小九这才不动声色的收回了念力。孙红猛地坐起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那股子尿味弥漫了整个屋子，熏得人想。鬼，真的有鬼，有人搂我脖子，就在被窝里。我看你是亏心事做多了。好家伙，多大的人了还尿炕，也不嫌丢人，满屋子都是味儿，真他妈晦气！钟建国看着孙红那副惨样，又摸了摸自己还在发苦的嗓子眼，心里咚咚直跳。这屋子难道真不干净？赶紧收拾干净，再吵吵，把你们扔猪圈去！这一晚上，钟建国和孙红收拾到快天亮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就吓得两人胆战心惊。都静静，现在开始点名分伙。张大柱带几个壮劳力去北坡修梯田，那地儿冻土硬，都给我卖力气。李二狗领着妇女队去场院包玉米，手脚麻利点，别磨洋工。知青点的都听好了。听到这儿，钟建国挺了挺胸脯，强行把那个快散架的架子端起来。小九还是老规矩，卫生室坐诊。这2天雪大，还得去几家老病号家里转转。方晴小学教书，七七给小林打下手。王建军看仓库，闲不住就去磨坊帮他推粮吧。哼，这哪是下乡啊，这简直是来大岭屯疗养的，不用下大田，不用吹冷风，坐在热炕头上就把工分挣了。对呀，尤其是那个傻乎乎的七七，说是打下手，其实就是跟着小九蹭吃蹭喝，这日子过得比地主还滋润。就是凭什么？剩下的男知青负责给各户挑水，要把水缸填满，完事去铡草。女知青去猪圈喂猪。徐支书，我不服。咋啦？嫌活轻吧？你这是在针对我们？凭什么小九他们不用干重活，我们就要去挑水铡草？我们也是知青，也是来建设农村的，为什么要搞特殊化？这是对新同志的压榨，这是不公平，这是把人分成了3、6、9等。我要向公社反映，我要揭发这种旧军阀作风。大帽子一顶接一顶的扣下来，要是换个胆小的村干部，这会儿估计早就慌了。徐老山脸一拉，刚要张嘴开骂，小九便转过身看向了钟建国。不服？凭什么？这问题问得好。凭我会治病能救命，你会吗？凭我昨天3鞭子抽死3只狼，给全屯老少爷们分了肉，你敢吗？你会挑大粪还是会修梯田？连个锄头都拿不稳，也想要公平？大岭屯不养闲人，想吃肉想清闲，你得有那个本事。就是小林大夫，那是能耐人。你有啥不服的？你要是能把俺老寒腿治好，别说不干活，俺天天背着你走。我看这新来的就是养红病犯了，啥也不会，屁事还挺多。舆论的风向瞬间一边倒，钟建国看着周围那些指指点点的手指，他就像个被孤立的小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你这是诡辩，这是收买人心。收买？哼！钟知青，火气别这么大，我看你眼底下发黑，眼白浑浊，说话中气不足，站都站不稳，2条腿还打摆子，再加上昨晚那情况，这是典型的肾气大亏，经济胆寒。俗话说的吓破胆了，底下那个水阀门关不住。关不住水阀门，那是尿了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么大个小伙子吓尿了！我说刚才咋闻着一股骚味呢？还以为谁家尿桶炸了。钟建国的脸瞬间涨红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双手死死地捂住裤子。怎么解释？那股味连他自己都闻得见。推磨确实屈才了，铡草挺好，还得挑水，多运动运动，补补阳气。我是大夫，这医嘱你得听，不然年纪轻轻就不行了，以后咋娶媳妇？说完，小九拍了拍手，转身带着方家姐妹和王建军走了，只留下钟建国一个人站在原地，那眼神里的怨毒浓得快要滴出水来。行，小九，这笔账咱们慢慢算。挑了一上午的水，中午休息的时间，钟建国瘫在了炕上，掌心里全是挑水勒出的水泡，钻心的疼。他掏出那封熬了半宿写出来的举报信。小九，老子跟你没完。钟哥，趁着那帮老知青都累挺了再眯着，赶紧去！我刚听见村口给我叫唤，估摸住那个骑驴驴子的老刘头快到了。小九，只要我这封信送出去，你的死期就定了。钟建国点了点头，鬼鬼祟祟地溜出了知青点。同志，留步，邮递员同志。山上的野猪突然红眼，发狂伤人，事有蹊跷。小九说服徐老山要一起上山打野猪一探究竟。接上老爷呀，这不是昨儿个那个吓尿裤子的新知青吗？这是干啥呢？看见老刘头咋跟看见亲爹似的，行这么大礼？啧啧，城里人就是身子骨虚，走个频道都能摔跟头，一看就是肾不好。嘲笑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。钟建国顾不上疼，爬起来拦住了老刘头。老刘头皱眉打量着散发着一股子隔夜馊味的知青，眼里全是嫌弃。寄信吗？寄信加急，这封信很重要，一定要送到，这可是关系到
是神经病吧？老刘头把信收进包里，一蹬脚踏板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钟建国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成了，只要信到了上面，不出3天，上面就会有人下来调查，到时候吃进去的肉就得连本带利吐出来，盖好的房子也住不了，还得去踩缝纫机。小九，看你还怎么狂！很好，钟建国，你这点格局也就配在背地里使绊子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请君入瓮。小九转身走到桌边坐下，写了一份关于某些知青在下乡期间思想滑坡、破坏团结，甚至企图通过诬告陷害来获取政治资本的情况说明。到时等那帮人来了，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块花岗岩。建军在呢，小九哥，去给徐大爷送点烤红薯过去，顺便告诉他，过2天可能会有贵客临门，让他把大队部的公章准备好。好呢。小林大夫，救命！快救命啊！几个村民抬着一副简易担架，担架上的男人气若游丝，大臂内侧有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，不停往外滋着血。强子要不行了，小林大夫，你快帮忙看看。这是伤到大动脉了吧？这也太吓人了。送县里吧，赶紧借拖拉机往县医院送啊！送个屁！这么大的血，走到半路人就凉透了。不想让他死就闭嘴，让开！老九蹲下扫了一眼，这是宫动脉完全撕裂，血管缩进了肌肉深层，正在疯狂出血。如果不立刻止血，这人活不过3分钟。剪刀、纱布、关针。PC 虽然吓得小脸煞白，但还是第一时间把消毒好的器械递到了小九手里。小九左手2指如钩，猛地探入伤口深处，迅速取出3根银针，刺入伤口周围的几个穴位。与此同时，念力微动，穿透皮肉，精准的锁定断裂血管，捏住闭合。上一秒还在像喷泉一样往外涌的鲜血，在第3根银针落下的瞬间戛然而止。屋里的几人都震惊的瞪大了双眼。这止住了，这就止住了。小九头也没抬，动作飞快的处理着伤口。10分钟后，总算是缝合好了。走到水盆边清洗着手上的血迹。怎么弄的？这口子是被锋利的石头豁开的，而且窗面有挤压伤，摔得不轻。但这季节山也没风，他不至于摔成这样。强子这时候缓过一口气，疼得龇牙咧嘴，虚弱的睁开眼。野猪是一只野猪，我在北坡下的套子，本来想去收只兔子，结果碰上了野猪，我想把它赶走，结果那野猪太凶，根本不怕人，反过头来撵我。我为了跑命，脚底下一滑，侧着身子摔进沟里，被一块尖石头给护开了。多大？得有300-400斤。那是头公野猪，獠牙的有1尺长，而且那眼睛是通红的，跟成了金似的，盯着人看的时候，让人心里发毛。红眼野猪，普通的野兽见了人大多会跑，这头猪不仅不跑，还主动攻击，甚至还要追杀，有点反常啊。此时，徐老山也迈着急促且沉重的脚步声走近来，老头满脸褶子都绷得紧紧的，看到醒来的强子松了一大口气，随即看向小九的眼神有惊讶，有欣慰，还有一丝深深的敬畏。小林手艺漂亮，这帮畜生欺人太甚，还没到大雪封山的时候就敢下山祸害人，再这么下去，屯子里的口粮和娃娃都不安全。我打算明天一早带上民兵和猎户进山平了这畜生，咱们大岭屯的爷们不能让头畜生给吓破了胆。现场的村民们听到要进山打猎，既兴奋又担忧。野猪肉那是好东西，但这玩意儿也是真要命。算我一个，正好我也想吃野猪肉了，那玩意儿的五花肉炖酸菜最香。胡闹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林，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，打狼你在行，但那野猪是山里的坦克，皮糙肉厚，沾满松油，子弹打上去都打花。那玩意儿要是发了狂，连黑瞎子都得绕道走。你是大夫，是咱屯子的宝贝疙瘩，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去跟畜生拼命的。万一你要是磕着碰着，那我徐老山就是大岭屯的罪人。这事儿没商量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给强子换药。说完，徐老山一挥手就要带着人往外走。徐大爷，这野猪既然敢主动伤人，就说明他不怕人。您手里那杆猎枪，也就是个吓唬鸟的玩意儿，打兔子还行，要是真碰上那头300-400斤的野猪，那是给他送菜，还是给他挠痒痒？挠痒痒，我给他挠痒痒。徐老山猛地转过身，一把扯开羊皮袄，卷起裤管，身上是各种扭曲的伤疤。呀！七七被这恐怖的伤疤吓了一跳，往小九身后缩。小林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还没你呢。那年大山深处窜出来一头400斤的黑山参，在松树油子里滚了几10年，那一身皮硬的跟铁板一样，老套筒的子弹打上去就听得响，最后他死了，老子活下来了。虽然废了一条腿，但这是勋章，是老子拿命换回来的大岭屯平安。那时候的猪王我都宰了，如今这头算个屁！你在家待着，这事儿轮不到你插手。别以为会耍2下鞭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那是以前。小九语气平淡，双眸直视着徐老山。那是10几年前的徐老山，那时候您腿脚利索，血气方刚，反应快的能抓住飞着的苍蝇。现在的您呢，每逢阴天下雨，这条腿就疼得钻心，走路都得拖着。虽然我给您施针调理了，但您老了，您的眼睛花了，端枪的手也不如以前稳了，反应慢了半拍。在山里，这半拍就是生与死的距离。字字诛心，精准的刺破了徐老山那不服老的窗户纸。他想要反驳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还有，强子刚才说了，那头猪是红眼的，动物红眼，要么是狂犬病，要么是发了狂。这种状态下的野兽没有痛觉，不知恐惧，他不是当年的黑山神，他是个疯子，跟一个疯子拼命那是死。大岭屯已经废了一个猎王，输不起第二个。屋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刚才那股子热血沸腾的劲儿，被小九这盆冷水浇得透心凉。徐老山极羞愤也是无奈，你小子就是想气死我是吧？我是在救你，而且徐大爷您拦不住我，这腿长在我身上，您要是不同意我进狩猎队那也行，等你们前脚刚进山，我后脚就一个人溜进去。你也知道我这人路痴，到时候迷在林子里，或者是碰上那头野猪，我是死是活没人照应，那就是听天由命了。到时候我要是被猪拱了，您看着办。你敢？徐老山眼珠子瞬间瞪得
溜圆，他好不容易盼来的宝贝疙瘩出了事还了得？这小子偏偏拿自己的命来威胁他。徐老山做事就要打，你打死我就不用去了。小九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您可以试试，我小九说话从来不打折扣。小九收起嬉皮笑脸，眼神再次变得坚定。我跟你们一起走，我有医术能救人，让我一个人走那就是送死。这笔账，您这当了一辈子支书的人，应该算得比谁都明白。你这小兔崽子，真他妈是属平头哥的，比那头野猪还难缠。行，带上你可以，但有一条，进了山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让你趴着别动，天塌了你也得给我趴着，让你跑，你就算把鞋跑飞了，也得给我跑。要是敢擅自行动，逞个人英雄主义，老子哪怕腿瘸了，也得把你绑回来，哪怕以后我不当这个支书，我也得打断你的腿，听见没？遵命，支书同志。二柱子，去把民兵连的几杆5、6班都给我请出来，再把前年剩的那几箱子弹都带上。小莲，等一下，你先跟我走一趟。